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大刚。今天咱讲的是全院阿修罗。同之前的刃牙是同类型的格斗热血番，歌舞伎一番听。小老头无意间一瞥，发现了不得了的事：肌肉壮汉将小哥拽进了小巷子里，试图实施非法侵犯。小老头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居然偷偷跟了上去。走近才发现，居然是小哥想要挑战壮汉。壮汉肌肉遒劲，就像是个塔。他觉得小哥可能是疯了找揍，小哥道貌一新，打的就是你。壮汉成功被激怒，他一把撕碎了身上的衣服，露出了浑身的肌肉和背后的人王刺青，吓得小老头张大了嘴巴，这是个怪物吧？壮汉将衣服碎片扔向小哥，铁拳就轰了上来。面对壮汉的主动进攻，小哥只是一味的闪躲。壮汉一脚踩碎玻璃瓶，将碎片踹向小哥，锋利的玻璃片划破了他的脸颊。壮汉趁机一脚踹出，力道之大，直接踹碎了整面墙壁。这是多么惊人的怪力！原来壮汉穿的是镀铁的鞋。见此，小老头就断定小哥肯定赢不了。苗条的帅哥打败壮汉，当这是动画片呢。壮汉让小哥别再东躲西藏，于是小哥一拳打歪了他的鼻子。壮汉气急，又是一拳。小哥侧身顺势拽住壮汉手臂一扭，关节错位，壮汉吃痛跪倒在地。小哥对着壮汉就是几招连环踹，壮汉翻着白眼倒地。小老头眼镜都吓掉了，我操，居然赢了！他下意识的叫住了准备离开的小哥，恭恭敬敬的请问他的名字。小哥告诉他自己叫食鬼蛇王马。王马以为小老头也是来打架的，王马身上散发出的压力让小老头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意识到王马不是在说笑，赶紧表示自己不是。王马可惜的转身走了，小老头瘫倒在地，大口喘着粗气。小老头叫做山下一夫，56岁，育有2子，洁身自好，从不乱搞男女关系。经此一下，山下一夫觉醒了保存技能，真当是老当益壮，老汉推车。第二天一早，老年社畜的山下被故意找茬的科长训斥了一顿。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他被乃木集团的社长叫进了办公室。漂亮女秘书看着山下抖如康石，社长上来就问了他一个问题：知道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吗？山下一个高龄社畜能知道什么？社长告诉他，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山下满脸问号，这是解决冲突还是制造冲突啊？社长让他别激动，然后给山下讲了一个阴痴听了都觉得离谱的故事。100年前商人们为了争夺皇上的位置，各种阴招损招层出不穷，导致黑恶势力大幅增加。眼看这混乱，连商人自己都控制不住了，于是小天皇召集所有商人，勒令他们斗争必须要光明正大，所以全院大赛运营而生。一旦出现利益纠纷，双方各派出1名斗士，赤手空拳上阵，打输的那一方将让出自己的利益。乃木集团的祖先曾是大赛的会员之一，所以如今他们的公司才如此繁荣。而这个暴力决斗的全院大赛也一直保留了下来。山下以为社长在开玩笑，没想到他一脸认真。山下咯噔一声，社长不会想让他去打比赛吧？这企业级理解把乃木社长逗笑了。可以，但没必要。他找到山下的原因是集团之前雇佣的斗士被人打败了，最近又找到了新的斗士。这时大门打开，食鬼蛇王马走了进来。山下张大了嘴看向王马，他被乃木社长安排了照顾王马的任务，于是山下稀里糊涂的成了王马的经纪人。女秘书不太信任王马，因为乃木之前的斗士就是开头被王马击败的壮汉，但王马好歹在战力上还有点用。可社长为什么要委托山下一夫照顾王马呢？可以照顾斗士的人比比皆是，但山下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社畜罢了。这个问题社长并没有回答，秘书也不得而知。山下劝王马别参加这么危险的战斗，但王马的人生信条中没有重新考虑这句话。山下是个老社畜，家里倒是有房子，但10年前老婆跑了，只剩他和2个儿子。老大从初中开始就家里蹲，每天都是他做饭投喂。上次见面还是在2-3年前，老二成天在外面鬼混，回家就是偷钱。而山下现在多了另一个任务，他顺着王马的地址找了过去。王马住在深山老林的废弃别墅中，吃饭全靠徒手杀的野猪。但山下并不知道自己的行踪被尾随了2个男人，跟着他找到了王马。其中一人山下认识，是俄罗斯有名的踢拳道高手伊万。伊万抬腿扫向王马，只听一声清脆的弹响，王马手脚指出他破绽太多，伊万倒地不起。他身后的男人站了出来，伊万让他别插手，没想到男人直接划破了伊万的动脉，大量的血液喷射出来，惊呆了山下。男人自称李仁，是王马下周全院大赛的对手。王马非常期待这场战斗，而1周后，山下才知道这次比赛的对手是当地产界的大亨，比赛赌注就是大楼拆除后的建设权。乃木集团前后投资1000亿日元，这场比赛充满了金钱的味道。赛场上全是水汽，场内观赛的都是外界有头有脸的大老板，他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看比赛，参与暴力赌博也是这群有钱人的享受。乃木社长并没有告诉王马，李仁拥有秘密手段，这是他给王马设下的考验。要是打不过李仁，那也就别混了。而拳手之间的过招讲究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都在寻找最佳的出手时间。突然2人同时登步，王马更快一步，直拳正中李仁的鼻梁，李仁不躲不闪的撞了上去，以攻为守，挡住了最重那下的伤害。李仁拥有与生俱来的防守和进攻直觉，他摆动上身，拳势凶猛连重，却被王马横扫一腿边，抽中了颈侧，顿时
翻了白眼儿。紧接着，王马屈膝撞脸，李仁应声倒地。在王马凌厉的拳击下，李仁手面上的淤青越来越多，很快他的手臂支撑不住，面部遭到了重创。山下以为胜券在握，想想1000日元让他激动不已。这时，李仁的指尖抽搐，房地产大亨顿时露出了狰狞的笑容。王马的胸肌和手臂被划破，2道伤口涌出不少血液，这可不是刀子造成的，而是李仁的指尖。一般的握力分为3种：挤压力、抓力以及指尖的捏力。李仁的捏力可以轻松爬上任何悬崖峭壁，而用在人身上足以切开任何血肉和骨骼，故此得名剃刀之风。王马发现观众不是第一次看见李仁的这招，但社长却没有告诉他，显然对方是在试探他。老狐狸真是狡猾到家了。山下十分担忧王马，李仁虽然没带刀，指尖的力道可不小，划一下那都是要命的。李仁扑袭王马，指尖在他身上划出数道血痕，他乘胜追击，王马跃起一脚将他踹飞出去。众人却发现王马不继续补刀，原来李仁趁机挖伤了他的肌腱。王马要保护自己的腿，没法继续进攻。李仁赞叹王马是个不错的人类。李仁早已不把自己当作人类了，从11岁能徒手撕开硬币后，李仁就认为自己是超人了。他的真名叫田中一郎，但超级英雄从不用真名，于是他给自己取了李仁这个花名，意思是超越人类原理的人类。王马听他磨叽了半天，嫌他话多，否认了李仁超人的自夸。他一直在等李仁其他的后招，显然李仁令他失望了。这话触怒了李仁，他扬手挥下，就被王马单手轻松接住，手掌相对，李仁竟无法撼动王马分毫。指尖之所以能够伤人，是因为有一段距离的加速，王马泄了他的力，李仁就连豆腐都划不破。倘若单比力气，李仁也不赖，但王马一使劲压跪了他。随后王马屈膝一脚，李仁站不稳还想反击，王马拽着他的手，对着下巴就是一发重拳。在场的观众都是老赌狗了，看了那么多场比赛，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打法，看的是云里雾里，也只有挨打的李仁和几位内行人看明白了，知道王马完美的利用了力量的流动，李仁的所有反击被制止。王马将他的脑袋一脚踩进了地板里，侧脸被踩得凹了下去，李仁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这就是超越天赋的技巧。随着比赛的结束，乃木集团也拿下了1000亿的建设权。庆功宴上，秘书小姐送来了现金，她这次是来问王马的。全院大赛登记的选手有1205名，其中选手平均每年参加8场战斗，比世界最大的格斗组织还要多5倍。虽然拿到的钱很多，但那些钱和危险程度不成正比。他想知道王马究竟为何而来。王马表示自己只想做最强，从没有考虑过会输，但他其实还有别的目的，在这1205名选手中找到一个人。与此同时，黄英女子大学内，黄英集团格斗总教官被一个长发男人一拳打断了脑袋，他毛遂自荐成了黄英集团的斗士，而这家伙的目的也是想见一个人。黄英集团的理事长奏流院子英认可了这个叫桐生刹那的斗士。全院大赛隐秘地避开了大众，这给了富商们极大的优越感。王马这次的对手叫关凌纯，是日本知名公开格斗赛的冠军。山下吃惊，这样的人物居然也来参加全院大赛了。赛前关凌纯放了一番狠话，话音未落，王马先吹一拳正中关凌面颊，随后拳头以极快的速度落在关凌身上。关凌纯积极抗打，捏住王马的手腕，狗臂后顶将他摔在地面。王马扭身躲开重踏，却被对方用奇怪的姿势踹飞，砸碎车辆，车主人估计要骂娘了。关凌纯哈哈大笑，他讽刺王马就是个凡人，凡人有权利躲开攻击，但他关凌纯是决斗士，决斗士面对任何攻击都不会后退。没错，关凌纯在鄙视决斗士以外的所有人。王马若有所思，上前拧住关凌纯的臂肉，壮汉也吃不了这伤害，知道疼了吧，小兔崽子。比起手，打脸的滋味更不好受。关凌纯握住王马的肩膀挥拳，却被王马使控制力量牵引，他似乎被戏耍得相当难看。紧接着王马出拳鞭腿，然而关凌纯竟是个演艺高手，刚才那些吃瘪全是装出来的。他擒住王马的腿，重重的往地上一摔，肉体砸在水泥地面，竟然出现了蛛网裂缝。王马似乎晕了过去，裁判上前核实状况，没想到关凌纯并没打算结束，抱擒住王马的腋下，俯身弓腰背摔，接连摔了2下，引发了观众热情欢呼。人群中的醉酒观众叫嚷着让王马投降。山下气愤地揪住男人的衣领，让他收回这句话。这时场上的关凌扛起王马，用出了杀手锏阿根廷背部破坏技，力道足以将人的脊椎折断。没人知道半昏迷状态的王马吹熄了眼前的白烛，他似乎向某些东西预借了力。随后在场众人只看见王马浑身痉挛，硬生生掰断了关凌的手指，挣脱控制。他落地后拧动了自己的骨骼，青筋鼓胀的王马就像饿了3天3夜的狼，凶猛的拳头袭向了关凌的脑袋，硬生生将满身肌肉的关凌打得不断后退。而被揍的关凌第一反应竟然是兴奋，因为观众的热情被挑起来了。王马的拳速快得几乎看不清，关凌不顾自己的手指已经断掉，抬手劈掌撞向王马的胸口，木哒木哒木哒。王马纹丝不动，甚至拳速越来越快，流星
星一样落在关凌纯的身上。关凌纯不甘示弱，甚至顶着攻击往前走。山下心中发寒，眼前的王马与李人那场格斗技巧完全不同，现在的王马就像是发了疯的猛兽，难道这才是真正的王马吗？此时场外的2名斗士也看得吃惊，两人分别是古海之耀的若龟斗士和西宝之拳的金井小宇宙。巫师一眼就看出王马力气并不比关凌强，王马的优势在于极快的速度。巫师不明白他那股力量从何而来。关凌被拳头揍得吐出血沫，王马再接一腿，关凌吃痛却不后退，反而抓住王马的脑袋蛮横地撞了上去。王马眼前一滑，后退2步，被飞奔过来的关凌起跳踹飞，胸腔肋骨都被这一击打出了裂纹。关凌乘胜追击，挥拳冲向王马，王马迈腿俯身，随后手掌刺出。关凌这一次是自己主动送上了门，他还没靠近王马就先倒下了。王马利用惯性将他的气管打了进去，他的手指也扭曲成了麻花。被剥夺空气的关凌自然无法再战，众人吃惊，山下当即欢呼了起来。之前醉酒大汉感慨山下眼光不错，表示要和他交个朋友，以后一起喝酒。山下稀里糊涂的多了个人脉关系，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人群中走出一个老爷子，中气十足的夸赞了王马。山下大惊，这老人是大日本银行的总裁片原，而老爷子背地里的身份更骇人，全院大会的会长。请他过来的人是乃木会长。片原称赞乃木培养了一个不错的斗士。关凌纯也从地上坐起，也夸了王马。他抬手掰正自己的手势，除了皮外伤之外，关凌竟没什么大碍。而乃木叫老爷子过来，可不是欣赏战斗的，他凑齐了全院50名会员的赞同，朝片原老爷子发起全院会长位置争夺。片原已经90多岁，但在这一刻爆发出的气势相当惊人。女秘书被吓得睁大了双眼。老爷子同意了乃木的争夺战，让他们尽管挑战自己和灭唐之牙。众人一听灭唐之牙，大吃一惊。山下不解地问周围，才知道这个灭唐之牙是所有全院会员公认最强的选手。但这一次会长争夺可没有那么简单，片原会长要打绝命全院淘汰赛，赌上性命的战斗令众人兴奋了起来。王马等这样的大赛已经等了10年了。片原会长的命令下达后，所有渴望权势和力量的人都兴奋了起来。但大赛还没开始，王马差点先掐死了乃木会长。好不容易打出了成绩，会长居然告诉他不让他去参战了，并打算派出一个性格轻浮的男人代表乃木集团。这是明目张胆的卸磨杀驴。轻浮男叫初见拳，一见面就将王马掐乃木的行为制止了。王马气不过与他交手，初见拳扭身躲开拳头，并吐槽王马全身是伤，打个屁的比赛。秘书告诉山下，初见拳在全院大赛的战绩39胜15败。山下不解，15败场这也太多了吧？实际上那15场败绩是因为初见拳根本没有参加，他的实力其实很不错，但总是各种偷奸耍滑，错过比赛，导致乃木集团为此赔了不少钱。而被初见拳激怒的王马似乎又使用立刻御界，浑身力道涌出后，王马周边的空气都被扭曲了。但初见拳的速度超乎常人，即使用了御界，王马的拳脚仍然伤不了他，甚至被摸清了流派。二虎流3个字蹦出来的时候，会长吃了一惊，初见拳也有些不解。据他所知，二虎流应该断子的第1代才对。王马像被摸了尾巴的老虎，要不是乃木会长开口叫停，今天办公室都得让俩人给拆了。会长不同意王马代替乃木集团参赛，但他给了王马另一个机会，靠自己的实力进入全院大赛。会长笑眯眯地抓住山下，怂恿他也来当全院会员。正常来说，只有一流商人才有这个机会，不过乃木早就做好钻空子的准备了，1亿日元可以参加比赛，获得全院会的资格。而乃木会长手里正好有1亿日元，前有笑面虎会长，后有虎视眈眈的王马。山下承受了他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除了报名费之外，参赛方还必须得是公司老板。于是山下莫名其妙的从50岁待退休社畜，被乃木一手安排成了山下商会的社长。王马立刻选择了2天后的比赛。山下担心他伤还没好，王马说短时间内伤不会好，只有拥有了参加全运会的资格，在之后的比赛开始前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会员赛开始前，山下满脸冷汗，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不管输赢，自己都要欠下1亿日元的巨款了。不过王马的实力还是相当惊人，哪怕身上还带着伤，他还是一拳下去将对手的脑袋打了凹了进去。拿到了会员资格的山下并不知道，他和王马参加比赛的录像传到了他的好大儿手里。山下见藏，人如其名，挺能藏的，恐怕山下打死都想不到，他家里端的大儿子竟是日本有名的山下公司的幕后社长。所以这个大孝子有钱还要啃老，究竟图谋什么呀喂？见藏在看到父亲参赛后，更是让代理社长去无知一族请人来
参赛。五之一族的势力极大，不仅是全员大赛，只要有纷争的地方都会有他们家族存在。够了钱，他们甚至连雇主都能背叛，是一群为了钱而生的亡命雇佣兵。建仓能请动这样的势力，山下公司的势力绝对不弱。所以你就这么整你爹呢？另一边，山下接到了之前那个酒鬼男的邀请。酒鬼叫大屋健，看起来邋里邋遢的，但却是日本有名出版社公司的大老板。大屋告诉山下，乃木给他垫了50亿的报名费。山下当时就惊了，竟然还有50亿的报名费。大屋安慰他，小问题了，只要赢了比赛，这点钱轻轻松松。山下苦啊，他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大屋表示自己的公司也会参赛，选手就是久保冰室。俩人互相鼓励了一番。眼看淘汰赛越来越近，王马身体恢复的也差不多了，他打了拳套，往地上一躺，满脑子都是他师傅二虎被杀害的场景。睁开眼，却看见一个长发男人出现在自己面前。王马一愣，随后就想起这个家伙是10年前杀害他师傅那个男人身边的小孩。对方就像变态一样凑到了他胸前，先是品鉴了王马的肌肉，随后伸手堵住了王马的嘴唇。我操，变态，你不要过来呀！刹那告诉王马，杀害他师傅的男人已经被自己杀了，并十分愉悦地调戏王马，试图让他把那份仇恨撒在自己身上。他以为王马想为师傅报仇，却不知道他之所以要找那个男人，是因为要证明自己比师傅更强，比那个男人也更强，从来没有报仇可言。他的字典中只有战斗。童生刹那兴奋扭腰，他决定要在淘汰赛中和王马厮杀到底，要在杀死王马的时候体验高潮，并美名其曰为了爱战斗。喂，警察吗？这边有个变态，麻烦过来一下。而当童生刹那离开后，王马却愤怒地踢断了铁柱，发誓一定要将这个抢人头的崽种给宰了。全员大赛让山下成了乃木船上的蚂蚱，见山下得了社长的青眼，前上司顿时酸成了柠檬。山下并不知道，需要自己照顾的好大儿也正谋算着通过这次比赛夺取日本的掌控权。眼下等待着山下和王马的是2艘轮船，有邀请函的28位选手和老板都上了豪华轮船。王马和山下没有登豪华轮船的资格，只能去一旁的破旧轮船。全院大赛的主办方将公司老板和选手分散，斗者被集中在1楼大厅。秘书小峰负责辅助没有参赛经验的山下和王马。这艘绝命号轮船之上的选手们需要在100多人中余下5人入选比赛，而在比赛结束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里。小峰很不幸，因为中途送水的任务被卷入这场大逃杀中。见王马这个钢铁大直男准备扔下自己，小峰敲了他的脑袋，勒令王马在比赛结束之前得为他的人身安全负责。周边有2选手看他不爽很久了，大家都是来打架的，你居然带妹！2人握拳，一左一右包夹了王马。王马2手交汇，格挡牵引，2壮汉一拳打晕了对方。见王马是个硬茬，不少选手围上来准备先解决他，没想到李仁突然出现在人群后方，他竟然也来参加淘汰赛了。王马有些惊讶，因为李仁的指技的杀伤力变得更强了，想必在上次吃亏之后又磨练了不少。他一下就对小峰产生了兴趣，并表示自己不会对王马动手，他很期待和王马在决赛会面。在场选手不堪受辱，立刻朝他们发起进攻，实力远不如王马和李仁，2人轻松撂倒了大片。此时一个黑人小哥吸引了王马的注意，对方每次出拳都像货车一样撞飞了挡在面前的选手。王马对其发动了挑衅，对方很快上钩。黑人小哥叫杰瑞，他双拳并拢，弯腰直视王马，随后大腿肌肉紧绷，像破空的火箭猛地撞向了王马，动作简直不像人类。被王马闪身躲开后，杰瑞也不会累，落地再次起跳冲向王马，横冲直撞的撞飞了不少沿途的选手。杰瑞称这招叫形意拳，他从17岁起就跟着经商的父亲移居中国，并学习了模仿动物的形意拳。但杰瑞不明白为什么要模仿比人类弱小的动物。终于有一天，他悟出了武学技巧，既然动物不行，那就模仿人类的武器。7年之后，他功力大成，习得绝招飞毛腿导弹。100多公斤的体重在如此高速的冲击下，就像行驶中的大货车一样，根本没有死角。王马推手一招2虎流的借力将他绕了出去，但这个家伙在高速飞行中还能紧急制动，一个翻身借着墙壁再次加速。然而杰瑞冲错了方向，在他面前站着的是小峰。杰瑞人不坏，试图刹住攻击，遗憾的是加速后的他根本无法控制速度。但就在这时，杰瑞眼前一黑，他坐在地上震惊的抬头，刚才他竟连王马的出拳都没有看清。王马这招师承2虎流，小时候的他曾攻击过2虎，但不论是刀还是拳头都无法对师傅造成伤害。师傅告诉他，只要在施力的瞬间绷紧肌肉，就可以比肩钢铁之躯，做到他人难以撼动的防御。2虎师傅将这招称为金刚行不坏。
杰瑞的肌肉颤动起来，像炮弹一样冲向了王马。王马侧身，浑身筋肉紧绷，杰瑞的撞击像是砸在厚重的钢板上一样，整个人反弹了出去。倘若杰瑞的攻击是模仿武器的话，那王马本身就是个武器。除了王马外，赛场上还有别的选手，在攻击下坚若磐石的渔民老汉，竟扬手一巴掌就能将敌人打晕在地。李仁在撂倒柔道选手后，遇到了老冤家水母投篮，俩人还没来得及动手，最后一名遮住全身的选手出手迅速，将最后一名敌人砸晕了过去。初赛开始才15分钟，100多名选手全部清场，剩下的5人分别是冷冻李仁、杀人音乐、泽田庆三郎、网袋水产、加入基城、贝鲁西石油、哈萨德，以及最后的山下伤势、石鬼蛇王马。山下震惊，自己押对了所有人，但却没有下注，血亏，不然那50亿都能还完了。随后王马等人上了豪华游轮，刹那兴奋地在暗中偷窥宿敌。哈萨德质问片源会长保送的那群选手何德何能，会长却冷笑，棋子也敢质疑棋手的决定。哈萨德不堪受辱，愤怒地想要攻击片源，却被片源会长身后的保镖一拳打得面容扭曲，还没回过神，对方又是一脚，哈萨德吐着血飞出了轮船。这一下比赛成了双数对决，也就意味着灭唐之牙会直接进入比赛。山下年轻时看过贵族电影，为了有朝一日过上上流贵族的生活，奋力工作大半辈子，最后认清现实。没想到人到老年居然走上了人生巅峰。更让山下等人吃惊的却是李仁这家伙，他在被王马打败之后，去了乃木集团下的公司打工。没想到乃木会长找到了他，资助51亿日元，帮助他参加全院淘汰赛，所以他是唯一一个既是老板也是参赛选手的人。会长，你是什么奇怪的传销组织吗？而合约书上说了，只要赢了这场比赛，李仁就必须要指名乃木做全院会长。山下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说法。小峰秘书点点头承认，这次比赛肯定不止乃木这么做，除了选手之间的争斗外，还有各个公司在幕后角逐全院会长的宝座，这种手段只是其中一种罢了。很快山下发现人群中居然有人在赌象棋，这家伙是大吴昨天刚交的朋友金田木吉。大吴不愧是交友恐怖分子，完全不考虑对方的身家背景，只要顺他眼缘，甚至可以带来全院会比赛现场。而山下因为将棋下的不错，大吴便拜托他来打败金田。山下自信满满的去了，然后连跪5把。只有站在人群中的一个男人意识到，金田不是靠着将棋的实力取胜，他似乎能看穿敌人的每一步行动。这时片源会长站了出来，他告诉众人，抵达最终赛场还有27小时，等到了现场后，各公司才可以登记正式参赛选手，并提醒各参赛人员不可以私下决斗。听到这里，金田似乎有了别的想法。这时黄英学院理事长找到了乃木社长，俩笑面虎已经听出了片源的暗示了。子英见到了王马，也不由得感慨，不愧是同生刹那一直缠着的人。王马一听是仇人刹那的雇佣者，当即拽住了子英的衣领，质问他刹那去了哪里。李仁赶紧上前把他拽开，子英却没有生气，他不知道王马和刹那之间有什么仇怨，却提醒王马，同生刹那是个相当恐怖的选手，他甚至会因为血液不小心溅在王马身上而愤怒殴打了片源会长的保镖。另一边，吉木莫吉找到了大吴，提出挑战冰室，自己成为大吴的参赛选手的说法。原来片源会长说的话可以理解为登记之前随时都能改变参赛人选，而不准斗殴的只有真参赛选手之间，像他这样请求上位的可不包含在其中。金田表情认真，不像是开玩笑。冰室被挑衅后站了出来，没等金田说完话，冰室迎面就是一拳，鼻梁咔嚓一声，金田被打得眼泪掉下。冰室跳步移动，没等金田分析完毕，紧接着直拳落在他侧脸，左勾拳右勾拳上击侧踢。金田意识到冰室不是左撇子，双脚交替小跳，利用惯性进攻，这是截拳道，起源于中国的一种无套路武术，一边拦截一边打，关节眼睛哪里都能进攻，因为出手狠辣且快速，平均6秒就能结束战斗。金田看出冰室的武术，竖起手臂躲避攻击，随后冰室的拳头如狂风暴雨般落下，金田被踹中腹部，接着又挨上数拳，冰室侧身将他踹到墙上，拽着金田的头发，屈膝一脚踹在他肋骨上，金田吐血倒地。冰室劝他死了这条心，没想到金田还能站起来。当冰室再进攻时，却冷不丁吃了金田一拳。但更让他气愤的是金田那无赖的态度。冰室抬臂进攻，横臂挥拳，被金田俯身上勾拳，差点打断了舌头。冰室满嘴是血，他起身，眼神变得相当凌厉。金田再次挥拳格挡，而截拳道的恐怖之处就在于速度，最快的速度打出最干净利落的伤害。一边防守一边进攻，金田打出去的拳头全部变成了送给冰室的机会，手腕被扫开，金田被拳头打歪了脑袋，而冰室速度惊人，双
双指并拢刺穿了他的面颊，这招明显冲着金田的眼睛去的。被躲开后，冰室立刻抬腿踹开金田。这时大屋试图阻止冰室，但冰室却觉得胜权在握，扬起拳头落下后却扑了个空，被金田反擒住。金田抬肘击落在冰室关节上，咔嚓一声，骨头应声断裂。冰室不敢置信，仅剩一只手也张牙舞爪地进攻着，谁知金田一把抠住他的下颚，抓着脑袋狠狠往地上一砸。冰室双眼眩晕，金田见他还要还手，立刻抬脚连踩数下，最终冰室失去意识昏迷。大屋会长的真面目也暴露了，实力才是他所看重的东西。于是他邀请了金田作为全院大赛的参赛者，而更换名额的消息传了出去，各路人马变得蠢蠢欲动。首先被找上门的就是金井小宇宙和若龟武士。武本久安82岁，45岁开始参加比赛，此后37，一共90多场比赛无一败绩。没想到今天居然败在了一个旗袍少年身上，对方抢夺了他的参赛资格，但要求获胜后推选另一个人当选会长。而除去旗袍少年外，还有别的选手也遭到了袭击，其中被盯上的金井小宇宙无疑是一位天才选手，14岁就参加了全院大赛，首战打出了一招制胜的技巧，如今才19岁就已经有21胜0败的好成绩，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天才。他和若龟武士轻松撂倒了找茬的对手，黄金娱乐的老板李乃和斗士玉雷凌也被敌人给盯上了，但玉雷凌仅靠21秒便击败了敌人。而这位娱乐公司的漂亮老板也发现袭击者背后还藏有黑手，而本该是最危险的李仁和王马却因为不着调被小峰给训斥了一顿。王马纯属是女人缘太好，被牵连了。就在这时，轮船一旁走过来一个人，一出现就朝着山下和小峰袭来。王马推开两人，摆出防御姿势，李仁立刻还击，却被对方踩着脸冲向了王马。来人的拳头很快，敏捷迅速，甚至能踩着王马的腿往上跳。王马皱眉再次出拳，却被此人揪住衣领。对方准备抱膝擒摔，但因为体重太轻，一个抱摔却成了整个人挂在王马身上，而王马的拳头离他不到1公分的距离停下了，拳风轰开了兜帽。围观的3人才惊讶地发现，袭击者竟是个相当漂亮的长发少女。小姑娘叫加罗罗，她兴奋地抱住了王马，热情地表示要和他结婚生孩子。如果说同生刹那是蓄谋已久，那加罗罗对王马就是一见钟情，她渴望和强者结合，生下更强的后代。围观的3人大吃一惊，而平时冷静的王马在这一刻也是瞳孔地震，他立刻举起加罗罗放在地上，吓得掉头就逃。这时加罗罗的家人找上了门，原来她就是传说中无知一族的大小姐。加罗罗从山下那里得知了王马的真名，随后开开心心地回到了爷爷身边。作为无知一族的家主，爷爷相当疼爱孙女加罗罗。骤然间听见高中生的孙女有心上人了，爷爷表面风轻云淡，等加罗罗一离开后，爷爷对着加罗罗的哥哥吴世安下令，不准使鬼蛇王马靠近加罗罗一步。这位近100岁的老人发起怒来也是相当的恐怖，毕竟无知一族的体内藏着恶鬼。眼看轮船就要抵达港口，站在船头的山下告诫自己，接下来不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持淡定。结果这份淡定在夜晚抽签的时候直接破了功，他的好友大屋竟成了东洋电力派系的人。而就在这时，李仁的前老板上前挑衅，嘲讽李仁身兼2职，听着就不靠谱，结果被李仁狠狠地威胁了一顿。随后片源会长出现，一旁的乃木神情十分严肃。黄金娱乐的李乃女士告诉2人，乃木社长的严肃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作为这次事件的发起人，乃木一旦输了比赛，整个乃木集团都要解散。山下大惊失色，乃木要是破产了，自己岂不是失业了？但转念一想，要是公司真的破产，那51亿日元是不是就不用还了？结果李乃残酷地打断了他的美梦，告诉他们参赛的钱不是乃木借的，而是拿他们的私人财产去抵押的。山下欲哭无泪。这时片源会长宣布了这次竞赛的规则，用抽奖机器抽取数字，数目越大就拥有优先选择分组的权益。毕竟灭唐之牙就在最后一组，谁也不想第一个就被淘汰出比赛。而山下却突然被片源会长点名，要求他第一个上台抽数字。山下察觉到机器似乎在中途放慢了速度，山下不明白这是不是作弊，但还是按下了按钮。于是他摇出了一个大数目，紧接着众人轮番上阵。排名出来后，山下获得了优先选择权。在众人的催促下，山下选择了第4场第8顺位的位置。众老板都觉得这位置选的确实不错，既可以预热3场比赛，又能应付保持精神。大家纷纷夸赞山下的位置选得不错。实际上山下只是随便选了一个位置，也不知道究竟是好是坏。很快比赛列表出来了，会场内勾心斗角的社长们心思各异，参加比赛的斗技者们也是千奇百怪，各种怪人层出不穷，有的渴望和强者对战，有的对战局不屑一顾。山下没有自信，但见王马准备充分的模样，他也努力地打起了精神。全院大赛在岛上的豪华赛场上举行，场内人山人海，甚至连各国的首领都来了。这次比赛负责主持人位置的人竟是片源会长的亲女儿片源烧香。而今天第1场比赛的选手是金井
井小宇宙。曾经的金井就是个小混混，没事和别人打架，但人有失足。有一次，金井被一群黑帮围堵，竟然对金井一个小孩下死手。最终是一个叫木石光世的格斗家救下了金井，也正是他的一句话，才将金井带上了格斗这条道路。金井的老板劝他不要硬拼，打不过就投降。毕竟比起胜利，老板还是比较心疼金井这个小学弟。金井勾住师兄的脖子，两人额头紧贴，离这么近，不是打架就是要接吻。但金井只表示自己讨厌认输。人称绞杀之王的金井小宇宙，他的人气一向很高，又是未尝败绩的柔道高手，曾为公司取得资产792亿1200万日元。而他的对手是波斯汉堡的亚当，来自德州的拳击手，体格上相当壮硕，曾为公司取得76亿资产。亚当相当看不起金井这个柔道选手，而场上众人也对两方的实力做了分析。山下觉得金井有点悬，毕竟体格上差太多了。他本想问王马怎么看，却发现对方已经睡着了。反倒是秘书小峰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在金井这种天才面前，体型只能当作是摆设，起不了什么作用。格斗比赛的选手通常会互相带节奏，只要对手进入自己的节奏，那么半只脚就在胜利的舞台上了。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两人同时蹬腿上前，金井躲过亚当的拳击，自己加快出拳速度，同时一脚踹在亚当的右膝关节上，亚当下身不稳，金井抬腿侧踢中亚当的腰，亚当被踹得踉跄后退，试图反击，而金井早已习惯和大块头打架了，躲开正面冲击，瞄准关节下手。亚当只好试图将金井往自己节奏带，可金井的闪避速度极快，亚当挖眼偷袭未成功，反被金井俯身撑地，双腿一脚绞住了他的小腿，亚当立刻被骑着腰倒地。胜利的局势倒向了金井，众人热情高涨的欢呼起来。亚当甚至还敢说脏话挑衅。面对金井的进攻，他手臂竖在面上，导致金井无法使出勒颈。这时亚当的拳头从右侧挥动，看着轻飘飘的一拳，金井却本能的避开了。场上的众人不解，直到亚当光凭脚掌抠地，用一种诡异的姿势从地上站起来后，被淘汰的黑人杰瑞终于想起了亚当的身份，他曾是冰壶选手，而冰壶比赛是所有运动中唯一允许选手在冰场上打架的比赛。众所周知，冰面是会打滑的，但是亚当是冰球场上唯一一个可以靠直拳把人打晕的人，究其原因就是他那惊人的肌肉体格足以支撑他一拳打晕对手。金井被扫开后立刻上前进攻，敏捷是对抗大块头的最佳手段，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于是亚当握住金井的肩膀时，波斯汉堡社长露出了微笑。随后亚当的拳头砸在金井面上，少年被打进地里，硬生生回弹起来，金井险些被这一拳砸晕过去。头晕目眩的吐了口血后，亚当已经站在他身后再补一拳。这一次金井束手格挡，顺势后跳卸掉了亚当大部分重击。波斯汉堡的社长本想找另一个选手参赛的，却在中途偶遇亚当，被他惊人的天赋所吸引。体格和体能上，亚当完全能碾压金井。当金井奋力从地上爬起来后，亚当的攻击近在眼前，金井立刻侧身刺拳，拳头划破了亚当的脸颊。如果这么硬耗下去，金井肯定不是亚当的对手。于是两人决定在这最后一击一招定胜负。金井将头发后梳，俯身做出冲刺状，在众人的瞩目下，两人同时迈步。金井使用了抱摔领域，而亚当握拳落下，这一招过肩攻击立刻将金井砸进了土坑之中。亚当兴奋的一拳接一拳猛击金井的面颊，显然想将金井置于死地。当听到裁判的制止声后，亚当十分不满的回头，才发现刚才的一切不过是自己的幻觉，实际他的拳头并没有落在金井身上，那不过是被勒住脖颈后产生的幻觉罢了。若龟武士很是感慨，因为领域是很多人知道但碰不到的境界，而这一招也只有金井能使用，因为他是罕见的天才。但实际上金井这场战斗也费了相当大的体力，一下场就坚持不住了。这淘汰赛远比其他人想的要更加难打。在喜马拉雅山海拔5000米的地方，有一个战士部落，部落中最强的男人叫阿春。阿春打小就是全村的希望。某天，村子里来了架直升机，飞机上的商人用全员大赛吸引了渴望战斗的阿春，却在阿春离开村子，利用衣来张手、饭来张口的诱惑，成功诱惑并收留了阿春。于是阿春成了任天堂的河野春男，替公司挣3000多亿日元，以4胜0败的战绩出战全员大赛。而他的对手是警视厅最强的镇暴部队队长阿古古金秋。
代表若鹰生命出战，所得资产共1000亿左右，战绩39胜0败。赛场灯光亮起，场下众人都观望起两人的战斗。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阿春的拳头落下，而同时若鹰生命的会长也透过耳机开始分析阿春的行动。肥胖的身体丝毫不影响阿春出拳，阿姑姑的扫堂腿一出，居然被阿春后空翻，利落的躲开了攻击。要知道，这可是300公斤的体重。台上的烧香和杰瑞都大吃了一惊，大叔，你怎么还当上替补主持了？阿春落地，立刻冲刺撞向阿姑姑，阿姑姑身体砸碎了比赛场的围墙。阿春再一次冲刺，却被阿姑姑选手推开。场外有人认出这招是警视厅所有警察都要学的逮捕术，通过大量武斗技巧的揉杂，一般配合武器使用。但阿姑姑不需要武器，因为她的身体就是盾，她的拳头就是最锋利的武器。因为无法击中目标，阿春开始烦躁慌乱。阿姑姑出场，轻松地划破阿春的双臂，这招有些类似李人的剃刀之风。看到这里，王马起身离开，要去补眠。三人不解，王马却说场上没有认真打，再看下去也是浪费时间。这时若鹰社长收集完情报，台上的阿姑姑终于开始反击了。面对阿春的杀熊掌，阿姑姑脚刀踢伤阿春的膝盖，直拳正中腹部，接着手掌上抬，将阿春的一只眼眶击裂。阿春捂着眼睛大喊起来，却被打在身上的拳头给逼停了叫声。阿春愤怒地揪住敌人的衣领，却被阿姑姑金蝉脱壳，小踢腿袭在阿春的膝盖。阿姑姑金秋号称警视厅的铜墙铁壁，也是传说中的明日之星，却对伸张正义带有异常的执念。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法处决所有的犯罪分子。那招金蝉脱壳看似是预测，同样作为预测型选手的金田却觉得有些不对。阿春不想被赶回村子，于是奋力反击，阿姑姑的手却撕裂了他的伤口，紧接着就是2次肝脏攻击。山下虽不是专业的选手，观察方面却异常灵敏，他本能的觉得阿姑姑有些像被控制的人偶。山下的想法没错，因为阿姑姑的爱人惠山顺花拥有绝对的生物钟，可以通过观察对方的呼吸预测出敌人下一次的攻击。有了这个技巧，两人甚至有希望赢过灭唐之牙。当阿姑姑第3次踢中阿春的膝盖时，阿春的身体已经坚持不下去了。阿姑姑扫开他的拳头，再次侧踢阿春受伤的膝盖，最后一拳砸在阿春的面颊上，于是阿春应声倒下。当裁判下令宣布阿姑姑胜利时，阿春竟然因为失去意识的本能站立了起来。惠山起先不以为然，但这一次苏醒的阿春攻击间距速度提升迅速，阿姑姑猝不及防被连续重拳攻击。惠山慌了，他让阿姑姑再争取一点时间，他要重新分析。虽然阿春被现代最纸迷境的生活给迷惑了，但说到底他还曾是部落中最强的战士。作为全世界最强雇佣兵团中的顶尖战士，失去意识后的阿春光凭本能战斗就使得他在短短几个回合的交手中暴瘦数十斤，但拳头的攻击仍然不轻。不但如此，阿春的进攻速度再次提升，阿姑姑被狂风暴雨般的拳头击倒在地，遭到阿春反复挥拳攻击。惠山还没有分析完毕，阿姑姑打断了他的话语，他打算自己出手进攻。惠山顿时慌乱了起来，因为阿姑姑的攻击是杀人技，一旦他真的这么做了，阿春将性命不保。但遗憾的是，阿姑姑已经下定决心，在阿春持续攻击的同时，阿姑姑的手指屈起，瞄准了阿春的咽喉。没想到就在他出手之前，阿春的膝盖再也承受不住他的体力，他倒地哀嚎，阿姑姑一脚踹中他的下颚，取得了胜利。而阿春的族人面色难看，他们在等着阿春是选择沉沦，还是找回当初部落战神的自己。惠山找到了赢比赛的阿姑姑道歉，却被爱人扇了一巴掌。阿姑姑嫌弃他分析的慢，决定下场比赛不再用分析计划。惠山担心他失手杀人，于是再三恳求阿姑姑不要丢下自己。最终阿姑姑还是被惠山打动，替他擦掉血迹，原谅了他。岛上是热火朝天的全员大赛，此时的京都某处，无知一族正在盯梢山下建藏，他们似乎在等待着暗杀建藏。此时的淘汰赛终于轮到山下公司的吴雷安，眼看比赛在即，吴雷安居然还有闲心在厕所里挑衅李仁，称李仁这种普通人根本不配进入全员大赛。但李仁嘴毒，惹得吴雷安怒火中烧。等山下社长再看见吴雷安时，他竟然带着浑身血迹走上了擂台。作为暗杀集团无知一族的后裔，吴雷安受到不少人的关注，而他的对手是号称英国圣骑士，代表森德利公司的茂吉罗宾逊。这人是个牧师，硬核牧师，此前48胜0败，为公司夺取了7000亿日元的利益。上台前，茂吉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艾莲娜，发誓为了妹妹，他将想尽办法取得冠军。而这两人之间的比赛，无知一族的族长吴惠梨阳和片原会长都看在眼里。片原劝惠梨阳别太自信，毕竟除了他们无知一族，茂吉也是有武术世家血统的人，所以这不仅是全院大赛的格斗，更是赌上两边血脉延续的战斗。比赛开始，茂吉睁眼侧臂挡脸，防住了吴雷安的侧踢，紧接着茂吉扭身避开吴雷安迅猛的拳头，他直拳反击，吴雷安突然弯腰前踢，两人互不相让。于是在第2轮
进攻时，乌利安咬破了自己的手臂，将血液洒在了茂吉的眼睛上，趁着对方短暂失明时揪住了茂吉的衣领，凶狠地挥出一拳。但如此近距离的一拳居然被茂吉十指相扣击下了。台上的其他参赛人员有些吃惊，茂吉这种对手属实难缠，而他利用柔术的技巧更加令人恐惧。在格斗中用到最多的就是拳头，一旦手指被柔技掰断，就意味着比赛输了半截。茂吉扭曲乌利安的手臂，本意是想让乌利安投降，不曾想乌利安也是个演技派，他轻而易举的就将茂吉的控制扭转。毕竟巫师一族的技巧早已融进了血脉之中，这一族在1300年前就开始不断培育筛选家族血脉，家族的后代会和武士家族联姻，或者从外界吸取优秀基因进入家族。那些人的武术技巧都被收入进了无知一族。乌利安拧回了手，拽住茂吉的领口，仰头就要去撞他。这时左下方伸出的拳头击飞了乌利安，茂吉交叉小跳，迅速贴近乌利安，双拳交替捶打，翻身侧踢。乌利安被踹踢侧脸，后退几步。茂吉的武斗技叫巴顿术。19世纪有名的武士茂之介在日本学习了各流派技巧后，又前往了当时盛行格斗技的英国，学习现代综合格斗技巧，由此糅杂出了为格斗而生的巴顿术。乌利安被踹踢小腿，茂吉侧身勾住他的手臂，将他的脑袋砸进了地面，血液顺着脑袋流出。茂吉转身离开，等待裁判宣布胜利。但谁料本该昏过去的乌利安竟然再一次站了起来，他的身体亮起紫光，仔细看，整个人都像绷紧了野兽。病房内的李仁立刻告诉众人，刚才乌利安就是这么袭击自己的。惠利央非常愤怒，没有族长的命令，乌利安竟敢私自在外界使用无知一族的秘技。无知一族的秘技解放，普通人的身体被大脑限制，能够使用的身体潜能是30%，而经过培育和筛选后的无知一族完全支撑得住超过30%的解放，其中乌利安是唯一一个能达到100%解放的天才。于是他在场上解放后，一拳就将茂吉打飞了出去。乌利安的拳头和招数没有任何逻辑，就是狂躁蛮横的，怎么凶狠怎么来。这个解放看起来有几分像和关凌纯战斗时的王马，而赛场上瞬息万变，先前还占据优势的茂吉，现在却被乌利安在狂暴状态下疯狂压制。茂吉的耳边传来妹妹的呼唤声，年轻的茂吉不愿学习巴顿术，离家出走多年后，发现父亲已经死了，而家里仅剩下素未谋面的妹妹艾莲娜。为了照顾艾莲娜，茂吉开始磨练自己，而现在他也不能输。茂吉扭断了乌利安的手指，却是不痛不痒的被接了回去。当茂吉再次伸手攻击时，乌利安却给了他一记重拳，掐着他的脖子，不顾艾莲娜的求饶，直接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拧断了茂吉的脖颈，并将其重重的砸在地面。热闹的赛场顿时安静了下来。小峰和山下捂住了嘴，终于意识到在这样的赛场上生命有多脆弱了。乌利安是无知一族的疯子，他虽然有天赋，但却疯得非常彻底，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杀人惯犯。万籁俱静的是人们的恐惧，只有王马的眼神没有丝毫波澜。换上新的小短裤，王马的比赛就在眼前，对手是国际牌的殷凡良。在看了茂吉的比赛后，山下劝王马别太拼命，他宁愿自己负债50亿，也不希望王马把命丢在赛场上。但王马并没有同意，只是独自往赛场走去。就在他离开没多久，国际牌的瓜田社长找上了门，他和山下做了个小赌博，要是他家的选手输掉了比赛，他就给山下国际牌名下的10台电视。山下一听10台电视不是什么大赌注，于是一口答应，输了的话就支付10台电视的现金。殊不知此电视非彼电视。瓜田见山下风轻云淡的答应，立刻就有点拿不住山下的态度了。等瓜田离开后，山下才从小峰那里得知，所谓10台电视其实是黑话，真正赌的是国际牌公司10%的股份，折算成现金那就是2800亿日元。山下顿时吓出2维原话，赛场内气氛已经炒得火热。王马率先登场，2胜0败的战绩，取得资产1500亿日元。都说适当健身吸引异性，过度健身吸引同性。场边的同声刹那立刻兴奋了起来。黄英学院的秘书看得涨红了脸，而敌方的殷凡良却是首次在全院大赛出场，一登场就吓到了主持人烧香。个子只有1.61米的他，在全院大赛显得十分矮小瘦弱，但王麻的本能告诉他，眼前这个家伙相当的难缠。比赛开始，殷帆像蜘蛛一样冲向王马，然而速度并没有用，王马的拳头还是击中了殷帆。王马的侧踢异常凶狠，而在这样的攻势下，殷帆还能束脚扫开王马。殷帆是暗杀者出身，他出的不是拳，而是掌刃。两人看似打得你来我往，但实际上是王马占据了上风。小腿踢中殷帆的侧腰，将他踹飞出去。王马再次上前准备攻击，这时殷帆的步伐突然虚幻了起来。
在他的快速跃动中，王马的节奏出现了错乱，他攻击不到殷帆良。这时殷帆扑袭，掌刃划开王马的面颊。操，人均里人的指认是吧？这种快速移动是殷帆的独门步伐，令步脚尖发力移动，看起来像飘荡的鬼魂一般。王马被包围后不断炸舌，似乎非常棘手，但就在殷帆再次袭击王马时，他的令步袭击却被王马一拳打飞了出去。围观的童声刹那兴奋的顶胯，这招硬步很是厉害，只可惜对于习得二虎流的王马来说根本没用。二虎流火天行，闪火移动中的王马速度比殷帆还要快，他在跃动中将殷帆逼入绝境。在王马准备再一次进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脚被殷帆的头发缠住了，这头发坚韧无比，根本拽不断。王马被硬生生地拖拽在地上，人类的头发十分的坚韧，一根就能负重150克，而一个人平均有10万根头发，理论上来说能负重15吨。于是殷帆家从小就用秘药培育头发，所以殷帆良的一头发丝都是他的武器。现在王马被缠住了，战斗的局势陡然逆转，他拽住王马的腿在地上旋转起来，头发像锁链一样抽在王马身上。瓜田社长带着胜利的笑容看向山下，却发现对方竟然还在笑。山下一夫恐怖如斯，但实际上山下正为自己越来越多的欠款感到自闭。王马被勒住脖子和眼睛，挣扎不得。他认同了殷帆的实力，很久又没体验过这种战斗的快乐。王马立刻使出了御剑，暴涨的体力瞬间崩断了殷帆的头发，在眨眼间扭转局势。王马的拳头落下的时候，殷帆的手指跟着骨折，紧接着他的心脏、胃、肝、胰脏被击中，殷帆短暂的失去了意识。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在死亡边缘磨砺出来的技巧，在如今的王马面前起不到半分作用。他唯一的反击筋斗腿也被王马撂倒。随后，王马侧抬腿，二虎流、曹流行、叠天火行、腿击不知火，重重落在殷帆头上，他几乎失去意识。在昏迷的最后一刻，殷帆似乎体验到了王马说的格斗的快乐。比赛结束，山下建藏反应过来，王马将对战吴立安，这算是父子内斗了。而之前打赌的瓜田则带着股份找到了山下，愿赌服输，但王马却拒绝了。在他看来，这是格斗选手之间的争锋，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山下有苦难言，但还是尊重了王马的意见，痛心疾首地拒绝了价值2800亿日元的股份，面上还要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瓜田大受震撼，山下一夫竟是如此好汉。待他走后，王马对山下的尊重表示了感谢。至于那个和吴雷安战斗后命悬一线的茂吉，在帝都大学代表斗技者英初的帮助下，从鬼门关逃过一劫。正好直播中的王马战斗结束，英初一眼就看出了王马身上的问题。紧接着第5场大赛开幕，若龟武士和世元刚三对决。世元刚迈出步子，若龟一拳就将他打进了墙里，脊椎断裂的声音异常清脆，真真正正的一招定胜负。王马见比赛打完就没有再看，转身出去觅食，山下只好跟上。身后第6场战斗拉响，上场的是杀人音乐、泽田庆三郎以及东洋电力公司的德国选手，去取得资产共1亿兆6000万，59胜0败铁血战绩尤里乌斯、莱因哈特。两方选手刚刚登场，泽田才放完狠话，结果主持人却说他老板认输了。片源会长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杀人音乐的社长之所以会放弃，是因为他遭到了武力威胁。发现这一点的泽田愤怒不已，一脚踢飞了威胁他社长的其中一个。眼看对方还能站起来反击，泽田旋转侧踢，芭蕾舞出身的人学会的鞭腿，足以让对手感到恐怖。尤里乌斯站了出来，他本就是泽田这次的对手。泽田的鞭腿可以伤到变态，但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仅仅一击他就被拧断了双腿。不仅如此，还被拽着伤口砸到了墙上。尤里乌斯本想连左腿一起拧断，这时一个铁罐砸在了尤里乌斯的头上。山下这波纯属手滑，不是强出头当英雄，不小心砸到了人，他立刻躬身道歉，刚好又躲过了暗中飞出的暗器，引得旗袍男吃惊。山下究竟是什么人物，这样的暗器都能躲掉？这时东洋电力社长让他们先离开。第7场比赛是甩着舌头的男人的对决，泽田被送到医生那边去了。山下在酒吧里庆祝胜利，他很感谢王马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并劝导王马量力而行，别赌命。山下的说教没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都能做王马的父亲了。王马当然不乐意凭空多一个爹。面对山下对他家庭的自白，王马借口去了趟厕所，在洗手台呕出了大量血液，显然是欲界的后遗症发作了。王马想起了自己的师父二虎，
当初王马这个名字就是二虎取的。硬要说的话，二虎也能算王马的父亲。他的运气确实不错，遇到的2个像父亲的角色都是好人。很快，第7场比赛开始了。这次参赛的2名选手，一方是延美重工的雇佣兵穆巴特，一边是首次登场的疯子穆黑正树。穆黑的登场让众人大吃一惊，他双目瞪大，眼眶中流出血泪，心中满是杀戮的想法。穆巴特一眼就看出穆黑的思维不太正常，但早就在裁判宣布开赛后，穆巴特猝不及防地被穆黑绊倒，穆黑骑在他身上，流着血泪开口了。他的父亲曾告诉他，柔道是最厉害的格斗技。穆巴特当场给了他几拳，但穆黑并没有被击倒，反而掐住穆巴特的脖子，将他勒得口吐白沫，并变态地表示要让穆巴特到地狱给他爸脱话。穆特巴咧嘴，立刻刺穿了他的眼睛。见穆黑还没有松手，于是从他的耳道刺到了脑干。不曾想穆黑的手劲越来越大，并且以眼还眼，抠下了穆特巴的双眼。穆特巴也不手软，也拧断了他的兄弟。穆黑终于吃痛松开了钳制，山下看得胯部一凉，这哪里是格斗啊，分明就是虐杀。而穆黑不同，他的大脑会分泌多巴酚和脑内啡，一切痛觉都会转化成兴奋和快乐。他还想攻击穆特巴，没想到穆特巴一勾他的小腿，趁他踉跄不稳时折断了穆黑的手臂。全场众人吃惊，没错，穆特巴本来就看不见，但他的感知力和听觉就像一个大型的显像雷达，听的比看的还要清晰。这时穆黑还要进攻，穆特巴的侧踢被拽住，他在半空中抬腿落下，砸得穆黑松手。见穆黑还要冲过来抱自己，穆特巴的手指立刻洞穿他的咽喉，接着他扭曲了穆黑的颈骨，手指再次洞穿穆黑瞎掉的眼睛，直接击中大脑脑干，穆黑再起不能。生命的最后，想起了被自己杀死的师傅和父亲，随后黑布一盖，担架一抬，直接吃席。山下看得心惊胆战，认为杀人实在有些过分了。王马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二虎在死前告诉他，自己的死是因为太弱，不能怪别人，只是他希望王马不要重蹈覆辙，跑来他所在的地狱。而同为参赛选手的英初医生这会儿正看着王马的资料，发出感慨，这小子怕是活不长了。很快第8场比赛开始，率先登场的是有名的相扑选手鬼王山尊，7胜0败，取得资产211亿日元。关凌纯在路口不小心撞到包袱款款准备离开的阿春，竟单手将300多公斤的阿春拎起。此时场内的观众兴奋不已，因为这场比赛的看点关于相扑选手和职业摔跤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要知道关凌纯57胜中仅有1败是输给了王马，他在摔跤界可是1顶1的王者，一登场就用发型挑衅了鬼王山，没想到被惹毛的鬼王山不等裁判宣布，一把抓住他的脑袋往地上一灌，关凌顿时翻着白眼倒地。比赛结束了，呵呵，别忘了关凌可是演技派。于是鬼王山被袭，孤手后摔，关凌开心的对着观众招手示意，鬼王山起身一巴掌扇肿了关凌的鼻梁。要知道关凌可是日本顶尖摔跤选手，现在他居然被压制了。鬼王山抱擒住关凌，在猛推之下，关凌的后背撞碎了墙壁，他没办法挣脱，被连劈带砍的砸了脸，乖乖脑浆都要被锤出来了。鬼王山没有收手，他 A 上去了，这掌打裂了墙壁。关凌纯从空中跃起，相扑和摔跤完全不同，摔跤可是3维打法，只要关凌纯想，他可以从任何角度攻击鬼王山，但传统相扑只有平面博弈。2名重量级选手的战斗彻底挑起了观众的热情，他们你一拳我一掌，谁也不推，谁也不服。西平社长看向金井，见他紧盯比赛台，心中了然，关凌纯身上有值得金井学习的东西，就看他能不能在这场比赛中悟出来了。赛场上，关凌接下了鬼王山的所有拳头，不反击的态度惹怒了鬼王山，但这就是关凌的摔跤之道。说罢，关凌举拳还击，鬼王山试图再一次爆撞，可这一次他竟然抱不动关凌了。关凌纯准备反击，不曾想鬼王山还留有后手，关凌脖子一疼，瞬间翻着白眼，瞬间倒地。相扑选手居然用了踢技，鬼王山从小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相扑选手锻炼成这样，却只能用最简单的几招？后来他发现还有另一种相扑是属于他的真正的相扑之道。关凌被鬼王山揪着头发暴打，拳头不断落在关凌脸上，有职业选手十分不满，这也算相扑？但事实上，相扑最开始的起源于是中国的古代摔跤技，后在日本成了相扑。古法相扑中是可以使用踢技决胜的。关凌纯并不退去，在多次进攻下也丝毫不防守，甚至露出了狂笑。赛场边的阿春目瞪口呆，关凌纯
怎么笑得出来？但事实上，相扑追求速战速决，可在全院大赛异常激烈的决斗中，想要速战速决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鬼王山用的还是古法相扑，回拳踢技损耗实在过大，他浑身上下都冒出了白烟。关林还饶有兴趣的想，这次比赛结束后，要是鬼王山缩减体重锻炼身体，那这个相扑还能算是相扑吗？关林上前被对方抓住机会，又是几拳头落在脸上，他趁机伸手拽过鬼王山，手臂锁紧了他的脑袋。心高气傲的鬼王山让关林想起了还没有成为职业选手的自己，那时他的师傅打地下摔跤，却用着职业摔跤手的规则，充满信念的接下对手所有的攻击。信念和坚持，那一句话打动了关林。鬼王山挣脱锁头攻击，被关林指出他没有对相扑的爱。作为真正的古法相扑，不过是鬼王山在相扑的基础上对综合格斗技的拙劣模仿。况且他又不是最强的相扑选手，哪里来的资格否定别人的相扑？鬼王山暴怒，被关林勾臂翻摔扔出去，但他不但没有被消磨锐气，甚至气焰高涨，俯身准备打出最后一击。两边差不多精疲力尽了。相扑最大的优势在于腿部肌肉，而鬼王山屈膝撞击更是超乎人类动态视力的速度。最强的盾遇上最尖锐的矛，胜者只能有一人。关林纯硬接了这一招，整个人倒飞了出去。鬼王山赢了吗？没有，因为关林手上还有一个底牌，他的肌肉在长期殴打下锻炼出了反刺技能。鬼王山撞上他的瞬间，整个大脑都在晃荡，脑震荡导致鬼王山根本站不起来，而摔跤手却从地上站直了身体。关林举起鬼王山，将他重重砸在地面，这下脑震荡加重，鬼王山只得退场。输了比赛的这位社长却一点不生气，原来在比赛前，鬼王山的哥哥曾来委托过社长，希望能让鬼王山在比赛中搓一搓锐气。关林纯做到了，但自己也身负重伤。赛后阿春找到他，想知道如今的自己还有机会改变吗？关林纯哈哈大笑，回了他一句：当然。医院里连躺3人，李仁看着受伤的泽田，虽然2人之前还有过矛盾，但在这一刻，李仁却愤怒地表示，私底下针对实在是太恶心了，哪怕泽田再三拒绝，他也要帮泽田报仇。一天连比8场，全院大赛决定第2天继续开赛，选手们都开始享受赛场上的优势。金井和一赛的对手亚当坐下吃饭，中途因为出赛的伤返回取药。黎明之村的凯种萨博因兴奋地打量着比赛场地，他是明天第1场比赛的参赛者。八头贸易的加奥朗温萨瓦多则站在一旁陪着他看。反观隔壁岩美重工社长东乡和黄金娱乐社长李乃百合花开，吴加罗罗则与茂吉的妹妹艾莲娜成了朋友。对于吴立安那个人渣，加罗罗称其是无知一族的败类。第1日比赛后的夜晚，只有食鬼蛇王马沉浸在睡梦中，他竟然在梦中和今天的参赛选手对战，在这种比赛中锻炼自己的二虎流，并找准机会破解对方的攻击。击败石原刚三后，下一个对手就是亚当。这个锻炼法叫体外脱离，是他14年前从二虎那里学来的技巧，通过做梦将收集到的选手资料整合，模拟出真实的场地，在梦中不断训练自己的大脑做出反应，每次睡眠都能打8场比赛。14年日以继夜的锻炼，王马总共模拟了4万多场的战斗，而在梦中他反复训练，比如亚当的肌肉平衡强大，王马的操流行柳无法令他失去平衡，需要用操流行落反反接亚当的拳头，使其无法发挥拳头的力道，再加上金刚型碎铁，一拳便将亚当击溃。就在这时，王马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出现了，食鬼是二虎，他打破了王马的意识压制。师傅的角色就是不同，他立刻指出了王马的不足，虽然模拟出了正式战斗中受伤的体感，但和他战斗的对手王马却是一知半解，就算在梦境中模拟出了对手，恐怕也不是对方的真正实力，要打还是要和记忆中的二虎打。虽然这只是记忆中的二虎，但对方还是觉得王马是个笨蛋。二虎是最了解他的人，更是二虎流的创始人，王马等同于在直面自己的所有弱点，师徒2人同时出手，金刚型叠加天火型顺铁，使得2人肌肉紧绷，但王马不擅长使用金刚型，这也是他在对抗杰瑞时没有使用顺铁的原因。王马发怒，起身再次加快步伐，直拳迅速冲向二虎，但这一招是直线攻击，轻而易举就被二虎拿捏了。二虎扣住他的是金刚型铁指，本身用手指固定对方肌肉无法动弹，但王马无法掌握金刚型，所以这一招在他手上一不小心就会拧断别人的骨头。王马再次踢腿扫平了二虎的腿，但二虎竟然利用这个惯性，用出了二虎流最后一个形态水天行双鱼之腹，两腿锁住了王马的手臂。二虎流一共4个形态，王马能用天火型和操流型，却不太会金刚型和水天行，这招逼得王马不得不使出御界。在梦中的御界似乎没有任何副作用，尽管他的速度有了提升，但放在二虎面前也毫无作用。二虎一拳将他打飞后，掐住了他的脖子，告诫王
王马不要太依赖御界，这东西在面对轻量级选手时还有些用，但要是遇上了关凌纯那种对手，简直就是白给。再加上御界真的会要了他的命。二虎告诉王马要相信二虎流，不要一味的使用御界，但王马却异常愤怒。他质问二虎，如果二虎流真的厉害，那他为什么会死？由于情绪太过波动，王马竟然从梦中惊醒。山下和小峰赶紧上前询问他的状况，王马却突然流出了大量的鼻血，他借口说是之前的伤裂开了。山下和小峰劝他去医务室看看，但王马掉头去了厕所，呕出大量血液，这才发现自己是七窍流血。王马终于意识到御界代价的严重了，但他并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发誓一定要击败桐生刹那。比赛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被王马发誓要打败的桐生刹那和走廊里向艾琳介绍自己明恋对象的伽罗罗不期而遇。情敌见面没有眼红，桐生刹那只是对伽罗罗发出含糊不清的警告，而伽罗罗本能的竖起了警惕。你们的宿敌关系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指点 GPG。在比赛开始前，王马平安无事的回来了。随着主持念出参赛选手凯种萨帕因后，活力40到有点吵闹的青年带着他17胜0败的战绩登场，但他并不知道这一场比赛已经被人暗中操盘定好胜负了。操控这场比赛的人正是东洋电力的素水社长。萨帕因的对手是出赛的老渔夫赫鲁吉成，有着徒手勒死大白鲨、击退国际大盗的战绩。这是他首次登场全员大赛，台上的加奥朗一口断定萨帕因会赢，他俩是旧相识。15岁的加奥朗在泰国拳击比赛第一次见面，虽然加奥朗赢了比赛，但萨帕因却是唯一一个没有昏迷的选手。自那之后，加奥朗就被萨帕因当作命运的敌人，不断追逐他的脚步，甭管是训练还是吃饭洗澡，萨帕因就一直在找他比赛。妈的，又来一对是吧？而这场比赛按原定的假赛计划，就是赫鲁故意失去平衡，让萨帕因取胜。两位主持人稍作分析，认为体型庞大的赫鲁在力道上占据优势，萨帕因想要取胜，只能设法躲避赫鲁的攻击。这时两边陷入战斗，赫鲁的起势动作有些奇怪，随着裁判挥手落下，谁也没想到的率先出击的竟是需要躲避攻击的萨帕因。面对横冲直撞的萨帕因，常年的海中与动辄数吨重的海鲸搏斗，赫鲁的姿势正是手持捕鲸叉的姿势，肉眼看见撞击萨帕因的只有拳头，实际上赫鲁正手持鲸叉撞上了萨帕因的腹部，这就是赫鲁的金藏。假赛竟然变成了真赛，黎明之村的社长傻眼，网贷水产老板却只能硬着头皮上，一旦输掉比赛，他们的一切都完了。萨帕因并没有倒地不起，反而近身一拳将赫鲁的脸打偏过去，赫鲁拳头擦着萨帕因而过，而萨帕因的拳头正中赫鲁腹部。他用的并非泰拳，而是缅甸拳。缅甸拳起源于1400年前，和泰拳的打法不尽相同，但缅甸拳采用拳套攻击，讲究赤手空拳，毫无防备的快速攻击。人体的骨骼脆弱，不适合直接进攻，但在多次骨折之下，骨骼会修复后适应加固。缅甸拳正是如此练成人体骨骼的拳法。在萨帕因的进攻下，赫鲁单膝着地，躲过萨帕因的侧踢，一把拽过萨帕因的手臂，手刀瞬间劈中萨帕因的颈椎，最后一拳正中萨帕因面部红心，青年顿时倒地不起。网贷社长向黎明之村的老板道歉，因为这一战如果不赢，他们网贷渔民就彻底完了。观众大惊，脊椎一旦被击中，大脑可就无法控制身体了。出乎意料，作为进攻方的赫鲁居然手指骨折了。萨帕因再一次站了起来，他从缅甸学拳开始，每天都在锻炼投入的硬度，赫鲁那一击根本伤不到他。面对萨帕因的解释，赫鲁面无表情地将手指拧了回去，继续进攻。萨帕因躲过他的拳头，再次进攻，小踢腿扭曲了赫鲁的膝盖，接着又是连续出拳侧踢，萨帕因翻身扫腿，正中赫鲁的太阳穴。不曾想这一脚踢出了个平衡怪物。没错，因为赫鲁常年在海中作业，患上了晕路症，在陆地上难以保持平衡，而萨帕因一脚踢中太阳穴，导致赫鲁脑袋晃悠，竟像回到了大海之中，获得了微妙的平衡，仅靠着脚趾就能站稳在地，其核心力量不输亚当，平衡度堪比泽田。网贷社长看出来了，赫鲁是故意让帕萨因踢的他，对于赫鲁的牺牲他很感谢，现在只有赢下比赛，才有希望从东洋电力的手中挽救渔民的饭碗。赫鲁翻身起跳，一脚砸在萨帕因身上，萨帕因不退反进，双臂竖起，身体前倾。从这一刻看来，他的攻击和自杀无异，
起，两边同时冲刺。在撞上的几秒前，俩人都没有想好该用哪一招制敌，但萨帕因率先踢中赫鲁的腹部，被抓着腿摔在地上。他又一次起跳进攻，赫鲁双臂合拢，将他抱紧在怀中。只可惜最后溅起的血液是属于赫鲁的，他被肘击颈椎，当场失去了意识。而这场假赛最开始就是东洋电力公司用渔民码头胁迫网贷水产参加全院大赛，并被迫假赛。为了渔民的生活，网贷社长只好答应。但很快，赫鲁收到神秘录像，发现了东洋电力公司素水社长的真正计划，所以他们改变主意要打赢比赛。遗憾的是，比赛失败了。黎明之村的社长劝网贷社长快逃，素水肯定不会放过叛徒的，他愿意帮忙照顾赫鲁。另一边，黄英学院的秘书带着桐生刹那见到了山下。桐生刹那知道是山下王马的雇主，于是产生了爱屋及乌的想法。同时磕 CP 上头了的松田秘书惊恐地发现，原来他心爱的毛茸茸莫奇玩偶下居然藏着个肌肉猛汉。第10场比赛即将开始，场上居然出现了游乐园的音乐，这音乐唤醒了初见泉和黄英理事长的初恋故事。等下，你俩以前有一腿？不对，初见泉你居然劈腿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没等俩人旧情复发，高达2米的玩偶男路过，直接将交谈中的初见泉和理事长震撼到了。这只玩偶登场的时候，确实给观众们吓得不轻，再加上他一个踢腿就将面罩切开，可爱玩偶头下藏着个泪流满面的不良，这毁童年程度堪比哆啦 A 梦6宫格呀！根津正己是代表命运乐园参赛的斗技者，他曾是称霸一方的暴走族大哥，因为是莫奇的死忠粉，被命运乐园社长用担当莫奇玩偶扮演者的资格哄进公司卖命打工。而他的对手则是黄金娱乐的玉雷凌，作为理事长的李奶的对象，从一出现俩人就不断的撒狗粮。现在玉雷凌出来比赛，脑子里想的也是快点结束比赛去找李奶。玉雷凌出身杀手世家，学习的是1200年前的神秘暗杀术雷心流，通过9天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抛弃肉体的限制和思考的大脑，将自己置身于黑暗之中。在这种状态下，玉雷凌击败了自己的师傅，于是雷心流的名号和代称传到了他手中。裁判宣布比赛开始，根津举拳冲刺，突然眼前一花，他下巴立刻红肿起来，整个人大脑失去意识，倒地不起，瞬间秒杀，和若龟武士一样。第二个在全院大赛瞬秒对手的人出现了。作为玉雷凌下场比赛对手的萨帕因看得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和玉雷凌交手。输了比赛的根津找到小伙伴白鸭，说出了一切真相。他是莫奇的死忠粉没错，就是因为太喜欢命运乐园了。得知东洋电力公司要收购乐园时，对这个臭名昭著公司厌恶不已的根津，才答应了条件来参加全员大赛，并打算在赢下比赛之后彻底放弃梦想。现在丢人的输掉了比赛，根津一蹶不振，打算直接躺平。白鸭一摘头套，露出一个漂亮女生，妹子也是不良辣妹的大姐头。面对妹子这辈子跟定你的宣言，根津再次振作起来。好家伙，原来你也是带着对象参加比赛的。得，你跟玉雷凌打了一架，虽然输了比赛，却收获了爱情。只有爷和观众收获了管饱的狗粮。抛开人生赢家的俩人，事先移回赛场，比赛还在继续。这一次参赛的是来自台湾的中日混血二阶堂莲。大哥，有话好好说，别乱脱衣服。这也是首次登场比赛，穿条裤子吧你？看看松田秘书都上火成啥样了。而莲的对手则是有美兽之称的桐生刹那，黄英学院的代表人。这两人一登场，在场女性观众顿时兴奋了起来。面对体格健美的二人，杰瑞也不好评判谁的实力更强。他注意到莲身后有一个奇怪的文章，二阶堂莲学习的拳法是天狼拳。面对莲的挑衅，桐生面无表情，身下看着桐生的表情瞬间打了个寒战。莲调查过桐生的流派，虎影流是日本经典柔道之一，狼和狐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裁判一声令下，莲刺拳突袭，竟然划破了桐生的脸颊。还没等他为自己的速度高兴，桐生竟绕到他身后，一拳扭曲了莲的肩膀。桐生非常的愤怒，他的身体可是属于王马的东西，莲划伤了他的脸，就让莲用生命来赔偿。速度上失了优势，莲只能勉强躲过桐生的攻击。桐生和木黑是同类型的疯子，莲有特殊技巧应对这种人。他双手合十，奥义奇龙，桐生踮脚用出了虎影流顺，莲眼中失去了刹那的身影，他立刻闭眼用听力去感知。在桐生靠近他的瞬间，莲合拢的手掌打开，刺耳的声波传了出来。莲在桐生的耳边低语了几句，桐生刹那瞳孔震颤，紧接着莲一记上勾拳将他打飞出去。这时杰瑞终于想起莲背后的文章了，这是失落已久的日式中国拳法天狼拳。天狼拳的奥义分3个阶段：虚压缩空气，对 1.5 米范围的敌人造成音爆攻击；幻瞬间催眠敌人使其失去意识；光寸劲开天，将敌人用劲震开。失落拳法本是令人兴奋的，但莲明明才是进攻的人，自己却
呕出了一口血。原来在他的催眠的瞬间，童生就攻击了他。这个催眠居然放出了一个怪物，童生的身体出现了虚影，这是他的阿修罗觉醒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莲再次反击，但他的拳头只打到虚影，刹那轻松避开莲的所有进攻，将这个自信满满的拳师戏耍了一番。莲恼羞成怒，一声国粹 CNM 无能狂怒，童生单手抓住他的手臂，抡在地面，被踩在脚下的莲受尽屈辱，齐声叫嚷着要给童生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对方已经绕到他身后，轻声细语地告诉莲，胡影流只有2招，瞬以及罗刹掌。莲根本来不及说出投降，刹那轻点他的胸口，冲击力瞬间扭曲了莲心脏处的肌肉，他咳出一口血，跪倒在地，生死不明。裁判立刻宣布胜者为童生。刹那被王马注视的童生甚至有闲心对他抛去飞吻，两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在赛场上见面了。曾被王马打败的前木乃集团打手以及俄罗斯跆拳道高手伊万，两人都去了李仁后来开设的 SH 公司打工，但他们早已放弃那种在全院大赛上赌命的工作了。反观李仁，因为不服输，甚至私下开卷，只要练习够多，就能卷死别的参赛选手。作为全院大赛唯一一名既是斗技者又是理事长的存在，李仁一登场就受到观众的欢呼。他的对手是来自冲绳暗杀武术流派的怪万流，号称魔枪的黑木玄斋。这次比赛也是黑木首度出战，可怜的李仁不如他消息灵通，也不知道黑木玄斋的实力几乎媲美灭堂之牙。但凡了解一些情况的公司都会避开与灭堂之牙和黑木的战斗。而在比赛开始前，李仁对着黑木放了一通狠话，裁判过来阻止了李仁的挑衅。黑木眼神冷漠，在他眼里，李仁只是个年轻、自大且愚蠢的弱小之人。黑木的态度把李仁气了个够呛。裁判一宣布开赛，李仁2指前屈，挥手冲向了黑木，下一秒天旋地转，翻坐在地上。李仁难以置信，起身再一次攻击，立刻又被黑木扫堂腿绊倒在地。李仁爬起来继续挥拳，黑木扫开李仁的手臂，他再次出击，可每次拳头都在伤到李仁前主动停了下来。黑木劝他趁早投降，自己的拳头不是用来对付弱者的，杀人诛心不过如此。李仁先是被吴连安看不起，就憋了一肚子火，现在又遭到了黑木的讽刺。在又一次被绊倒的瞬间，李仁拽住黑木的领口，锋利的指尖划开了黑木的肌肉，血液迸溅之后，黑木决定重新评估李仁的实力。他起势准备出招，原来刚才那些攻击不过是黑木点到为止，现在才是来真的。李仁知道自己实力不如黑木，与其后退被打败，不如往前冲，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拳头被黑木侧身避开，李仁跳起扫腿，黑木绷紧肌肉举臂挡下。李仁落地之后被对方后腿绊倒，堪堪躲过黑木砸立地板的拳头。这时在病房的泽田忍不住了，虽然自己输了，但从学生时代起，他和李仁就是老冤家了。泽田也不希望李仁输给别人，李仁自身的剃刀之风，只要找对位置就是一击必杀，但不论他在擂台上如何去攻击黑木，都会被对方轻松的避开。他好不容易造成的伤害，还是靠回旋的脚尖划开黑木的手臂。当他愤怒的挥着手指扑向黑木再次进攻时，却突然僵在了原地，黑木的手指竟然捅穿了李仁的手臂和胸口，这是怎么回事？拐万流作为冲绳古代暗杀武术之一，融合了冲绳空手道和中国武术的精髓，精通人体脆弱的经脉和穴位，通过打桩铁砂掌练习，在不断精进之中磨练出了最强的攻击招式，故而又被称之为魔枪。李仁被击飞出去，动弹不得，胜负已经定下。即使他奋力从地上爬起，黑木已经摆好进攻姿态，再次握拳朝李仁攻来。这一刻，周遭的时间似乎放慢了无数倍。此前和王马对战的时候，李仁也经历过这样的时间流逝，在恶劣的环境下，人类看见的东西会更加缓慢。当时他无法反击王马，但现在他一定要站起来反击黑木。当李仁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休息室内了，眼睛被打得肿胀起来，比赛的结果也不言而喻了。同为参赛选手的光头大久保直也在，两人同病相怜。大久保是灭堂之牙的对手，还没开始就已经被观众当作淘汰对象的存在了。李仁找了个借口离开休息室，在走廊内想起自己的失败战斗，他不甘的痛哭出声，男子汉的骄傲被这场大赛彻底粉碎了。但此时的赛场上，另一场比赛拉开了序幕。初见拳的气场不同以往，而失去了李仁的乃木社长不敢将期望放在王马身上。除了初见拳这个安全保险之外，他还派出了刺客袭击不动产的义武社长，不过却被义武的2个保镖给挡了下来。初见拳作为初见流合气道的创始人，虽然本人有事没事掉链子，但在全院大赛内他的实力却是数一数二的。而初见拳这次的对手来历不明，
名，在全院大赛首次出场。作为义乌不动产的代表人，轮到千叶贵之登场的时候，场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而这个老人居然当着在场所有观众的面变成了一个肌肉猛男。100岁老人突变肌肉猛男，难道是基因突变了？千叶贵之代号无脸男，他用行动告诉了观众他无脸男这个称号的来历。靠着模仿用出了较量的泰拳以及大久保的技巧，不仅仅是招式，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完全一致。千叶曾是地下社会武斗派的演员，只需要一眼就能模仿使用其他参赛选手的战斗技巧。现在的他就是在场参赛选手的结合体。纠结的缝合怪搁小学里是会被人叫学人精的，但事实上千叶说了2个谎。首先，他只能模仿动作和技术，至于无知一族的解放和李人的那种体能技巧他无法学会，而且模仿的技能也远不如招数原本的强度，能力会随着千叶的体能有所下降，以及有一些技巧即使他学会了也无法轻易的使用出来，但这已经足够了，因为他打的是心理战，靠着恐吓加模仿的技巧来击溃敌人，上来就是著名大师的招数。出剑拳提起了警惕心，谁也没想到这场比赛竟在26秒内就结束了，这是怎么回事？时间倒回到之前，原来千叶的模仿技的确唬住了出剑，甚至用出了李小龙的推法。遗憾的是，在他近身攻击之后，居然对着出剑用出了和气道的招式，于是千叶被出剑拳反捏住拇指跪倒在地，紧接着出剑连出3拳，额头、鼻梁、下颚连击，千叶眼球血丝迸现，翻着白眼晕倒在地。计划不错，但和气道这方面，出剑可是原创了和气道流派的人，他又岂是一个模仿者能随意击败的？全运大赛就是这样惊险的比赛，一步错，满盘皆输。比赛结束后，义务社长威胁乃木私下袭击会员是会被开除全院身份的，杀手是谁派来的不言而喻。但义务没想到乃木居然反将一军，因为这个杀手竟然也是全院会员的身份，将他击晕的义务也是袭击了会员。义务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搞不明白了，乃木都算计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不直接让他认输，还能节省出剑拳的体力？但乃木的想法和片园会长相同，斗技者是商人的棋子，他需要通过比赛决策出谁才是最强的那个棋子。假如今天赢的人是义务社长，那乃木会掉头全力支持义务取得冠军，然后再通过别的手段逼迫义务指明自己作为下一届全院会长。义务在这场决斗赛中没有任何选择权利，还到乃木社长面前闹呢，这不是一个量级的好吗？紧接着比赛再次开始，这次出战的是帝都大学天才医生樱出以及代表狮王通信的板东洋平。板东曾是医学生，后来犯下了杀人罪，成了日本犯罪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俩人都是首次登场比赛。樱出医生是带着任务上的擂台，他其实是日本政府派来的特务，目的就是在比赛场上对板东执行死刑。25年前，板东面对日本唯一的上吊死刑，在绳索上挂了足足90分钟，竟无事发生。随后多次上吊死刑执行，板东都逃过了日本法律的制裁。无奈之下，日方政府这才安排了樱出来处决他。俩人都不是什么格斗大师，在裁判一声令下后，樱出率先出击，他2指并拢，速度奇快无比的在板东身上刺出了大大小小的扭曲坑洞。板东曾是医学生，一眼就认出了樱出医生的流派，出自中国著名医书《黄帝内经》中的灵鹫擒拿术，以指为针攻击穴道和经络，加上樱出体型不大，动作异常灵敏，片刻之后，板东身上的穴道几乎被扎了个遍，偏偏他还抓不着人。樱出医生绕到板东身后，手指瞬间刺穿了板东的后颈，这一招直袭颈椎，相当的狠辣。可这对板东的攻击没有任何效果，反而导致樱出自己的手指断掉了。一个手指断掉面无表情，一个被袭击颈椎也毫发无伤，两个异于常人的家伙半斤八两。樱出猜测，板东之所以上吊不死，是因为他那个颈椎比常人的要柔软数倍。果然，板东甚至能将颈椎和浑身肌肉扭曲，一时间整个场面一度恶心了起来。板东准备对樱出下死手，护士姐姐吓得大叫，可板东还没碰着樱出，便发现自己的手居然被割伤了。樱出主动靠近板东，手掌粘上他肩膀的瞬间，两柄骨刺穿过了板东的肩胛骨。好呀，别人打拳，你搁着玩骨刺呢？樱出医生笑眯眯地开口了，从自己骨头里削出来的武器，硬要说的话也算身体的一部分，裁判还真没法说他犯规。樱出挥着两柄骨刺冲向了板东，在他身上划开了数道伤口。板东躲开后给了他手臂一拳，这一拳的力道几乎打碎板东的肋骨，但樱出医生却一声不吭，显然没有痛觉可言。面对没有痛觉的疯子，板东想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了樱出。樱出的骨刺划伤他的面孔，他再一次扑袭板东，这回骨刺瞄准了板东的腹部。好在关键时刻，板东扭动脊椎躲开一击，并抓住樱出的脑袋用力一拧，樱出医生倒地不起。
裁判判定板东获胜。而在护士悲戚的哭声中，帝都大学的总长将英出的颈椎接了回去，咔嚓，又满血复活了。开席开到一半，正主接官而起了。怪医生怎么可能不改造自己的身体？虽然差一点就真的翘辫子了，但他的任务也顺利完成了。原来英出医生早就给自己的身体注射了致命病毒，他自身携带有病毒抗体，但病毒却通过骨刺的血液传给了板东。板东可没有抗体，这个小岛上面的医疗器材也无法治疗板东身上的病毒。医生啊，得亏不是高规模传热病，不然全院大赛就得改名生化危机了。随着第一轮比赛的推进，整个赛场的氛围逐渐焦灼了起来。在全院大赛开始前，八头贸易的社长曾去了一趟泰国，求见泰国掌权者拉玛13世。作为合作伙伴，八头贸易社长许诺，只要夺得全院会长宝座，献给拉玛的利益就越多。当然，需要拉玛13世将他的保镖泰国斗神加奥朗借出来。作为整个全运大赛最有名的选手，加奥朗曾从泰拳转到拳击，短短4年就拿下了4大理事会重量级冠军。而他的对手则是碌碌无名，此前连比赛都没有参加，袭击宾士后顺利上位的金田莫吉。金田是家中2儿子，并非东洋电力公司的人，从小身体就不怎么好的他，有过2次濒死的经历。但即使是这样，金田莫吉还是渴望强者的力量。山下找到了好友大屋，得知对方没有屈服东洋电力公司后，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大屋这个人，他就不服被人威胁，与其让素水当上会长威胁他，不如自己先拿下全院会长的位置。于是2人喝着小酒，期待起金田这次的比赛。全院大赛，加奥朗其实有些看不上，毕竟站在他面前的金田看起来实在太普通了，这样的人也能上擂台？两边摆开站姿，加奥朗的起势是拳击的杀手站姿，右手手臂前挡，左手随着步伐跳动微晃，而金田的站姿则用的是空手道的前羽，抬起前掌挡在胸前。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拳击中速度最快的攻击不是上勾拳下勾拳，而是拳击手的刺拳。尤其是加奥朗这个能1秒13拳的拳王，为了防止身体本能后退，金田主动走进了拳击手的攻击范围，刺拳瞬间撞上了他的面门和胸口。加奥朗发现不对了，金田似乎能根据他的出拳做出反应，顶尖拳手都不一定能跟得上他的拳速，金田这样的普通人怎么能预测？虽然金田被打得吐血，但当加奥朗再次出拳时，金田居然举手防住了，甚至还预测了加奥朗的下一次拳击。可加奥朗速度更快，金田反击落空，只能挡住朝自己侧腰挥动的拳头。金田顺着力道倒下，红人流下旋扫腿，加奥朗跳起一拳正中金田侧脸，却险些被抓住手压制在地。两边再次僵持，金田落入防守，又一次被打中了面颊，但他也抓稳了加奥朗的手腕，拽手侧摔，加奥朗倒地。金田试图缠绕锁住加奥朗的行动，没想到在这种不稳定的姿势下，加奥朗还能反击。紧接着加奥朗的拳头铺天盖地的朝他袭来，反击在加奥朗面前根本没有用，甚至因为脚步疏漏导致防守出现空档，金田被加奥朗正中腹部，瞬间倒地。两边实力天差地别，金田还是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说自己一直很崇拜加奥朗，但加奥朗这次没有拿出全部实力和自己打，哪怕两者之间有一堵无法翻越的高墙，但弱者想要变强的心是不会有错的。金田这番真心话打动围观的萨帕因，他起身让加奥朗赶紧拿出真正的实力和金田打，加奥朗也同意了。他气场一变，整个人态度认真了起来。金田要的就是对方拿出全部实力进攻，因为红人流的预测是他针对加奥朗全力以赴的比赛制定的。这次是金田主动进攻，肘击被躲开，金田反手攻击加奥朗的眼睛，加奥朗想退却被金田踩住脚掌，接着第5、6招都被加奥朗躲开。金田也预测到他接下来的2拳，在第9招时，金田手掌撑地抬腿反击，所有人睁大双眼看着赛场上的2人。遗憾的是，金田被加奥朗的拳头击中，再起不能。这场胜利是加奥朗单方面的碾压，但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金田还能支撑10拳，以弱者之姿挑战强者。加奥朗认可他了。病房内，兵士告诉众人，他在开赛前曾劝过金田弃赛，因为他看见金田满包的止痛药，他的身体远比众人想的要差，但金田还是渴望追求力量，所以站上了擂台。山下本想安抚输掉比赛的大屋，但大屋想得挺开，对他来说，参加比赛就达成了一个目标，向各国运动员展示的是国力一般。从他到岛上之后，就接到了4桩生意，已经快填满50亿报名费了。但比起他们这种勾心斗角的商人利益，大屋还挺羡慕斗技者们，毕竟他们追求的是纯粹的力量。第1轮比赛最后一场，号称全员大赛最强的男人灭唐之牙加厄终于要登场了，整个场内气氛异常热烈。若奎曾和灭唐之牙打过比赛，当时他失败了，为了击败加厄，若奎拼命锻炼，只求有一天能战胜失败。大久保登台前放下豪言，要成为摘下帝加厄人头的人。而他登场后，王马也确认了大久保在李仁兵士一群人中实力
是最强的那一个。就连眼高于顶的乌雷安都非常期待大久保的胜利。在乌雷安看来，打银帆两斗吃力的王马根本不配成为自己的对手。终于，第5代灭唐之牙加纳厄登场，他一出现就受到了全场观众的欢呼。157胜0败，全院大赛名副其实的王者。大久保吐槽加纳厄就是游戏里的大魔王，话锋一转，他又说大魔王终究会被勇者击败，他大久保就是人类最强的勇者。结果加纳厄较真了，他似乎没什么游戏知识，面对大久保的玩笑，甚至还反问他大魔王是什么流派的武术。不过即使是这样，加纳厄泄露出来的气息还是相当恐怖，两边摆开战姿，连裁判都感到胆寒。大久保率先出击，综合格斗近身出拳，看似攻得上路，但大久保却冲着情报姿势去的，屈膝撞击大久保的下颚，从情报中挣脱开。仅仅是2次侧踢，大久保被命中的大腿和肩膀立刻出现淤血。加纳厄拳头力道不小，大久保被持续进攻，好不容易反击一拳打中了加纳厄的鼻梁，大久保立刻抱住加纳厄往地上一摔。大久保曾是天才摔跤手，在高3那一年赢得全国大赛后，立刻退出摔跤界，转行拳击。因为天赋出众，很快又成了拳击比赛的高手。没过多久，他退出拳击界去了综合格斗。大家都不太看好这个在职业赛里换来换去的人，但他们并不知道，哪怕从摔跤界退出，大久保还是日复一日的练习着摔跤。因为外行运气好能命中拳击手的面部，但摔跤却没有侥幸可言，这是个需要100%努力的项目。于是摔落在地面的加纳厄立刻被大久保揍了几拳。加纳厄的反应很快，纠缠反击，使用脚踝固定技，两边力气都很大。大久保起身重踏反击，加纳立刻切换十字固卡住他的手臂，夹紧固背接袈裟固。大久保见招拆招，两人在擂台上滚作一团，根本就不让对方有机会钳制自己。片原会长夸赞热海社长找了个不错的斗技者，确实，热海相信大久保的实力，认为他是唯一能击败加纳厄的存在。此时擂台上的大久保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可拳头落在加纳厄身上，大久保觉得有些微妙。先前两人缠斗的时候，加纳的实力可不亚于他，怎么这个时候突然不反抗了？就在这时，加纳厄突然挺腰，仅靠臀部的力量就将大久保从身上掀开。这姿势是可以播的吗？片原会长开口道：“加纳发挥真正实力的时候到了。”场外的若龟确信，现在的大久保恐怕无法再攻击加纳了。没想到下一秒，俯冲的大久保一拳接中加纳的太阳穴，在场众人大惊，只见加纳侧头倒下，被大久保抱腰抡砸在地面，骑上去照着脸就是一通乱拳。尽管加纳将他甩开，但大久保再次进攻时，又是出其不意的屈膝撞击加纳的下颚。没错，出其不意的招式，这就是大久保的强项。在综合格斗技中，招式千变万化，哪怕将技能单方面拉出来，加纳各项都远强于大久保，但综合起来还真不一定比得上大久保。重击摔头，颈项固定，被挣开后再次擒腰抱摔，落地的加纳被大久保一脚踹中面门，直接飞出去数米远。赢了吗？大久保突然停手，兵士急的起身大喊补刀。面对怪物是不能手下留情的，大久保收手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刚才那一脚分明是致死攻击，但触感不对，对方显然是避开了。加纳站起身，露出了不似人类的笑容，能和这样的选手战斗，大久保觉得不亏。加纳瞬间出现在他眼前，大久保被拽住手腕，另一只手堪堪挡住加纳的拳头。紧接着加纳不断出拳攻击，大久保看准时机再次抱擒，却被加纳侧拳打中头部，大久保彻底失去意识，加纳将他摔倒在地。众人以为他要报复大久保之前的进攻，加纳高举的拳头居然在这一刻放下了，比裁判还先一步反应过来。片原会长得意地告诉热海，加纳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会进化。没错，第5代灭唐之牙会在战斗中不断成长，他的战斗很少出现伤亡，不过和他战斗过的人在比赛后基本失去了做斗技者的勇气，面对那样的怪物，实在想不到要如何打败他。灭唐之牙打碎的可是斗技者的自信，坚持下来的若龟将击败加纳厄作为自己的目标。王马横插一脚，即使潜意识中的二虎告诫王马，现在的他还不是加纳的对手，但王马仍不信邪，结果被一脚撂倒在地。加纳厄放言，王马太弱了，别说进决赛，他连下场比赛的乌雷安都打不过。被加纳一脚踢到怀疑人生的王马独自在后山发脾气，面对和父亲角色一样的二虎幻影，他下不了手。二虎告诉他要相信二虎流，但王马因为他失败的阴影，始终无法相信二虎流能取胜，于是被幻影二虎断言赢不了乌雷安。另一边16强赛首赛开始，金井小宇宙对战阿古古金秋，社长西品之相当器重自己这位小学弟，看着金井不断进步，他也很欣慰。19岁少年可不光只有卡哇伊的脸蛋，40公斤的体力差下，单凭
绞杀战胜亚当，拿下全院大赛第一场胜利，实力可不容小觑呀。而他的对手阿古古金秋，初赛也是力战300公斤的阿春，技惊4座的前刑警之光，这场比赛可相当有看头。两边同时登场，裁判宣布各就位。阿古古的站姿就是冲着防御来的，精警的暴擒脚击击败亚当，不费吹灰之力。阿古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这个绞杀技，没想到就在他提手防备后，精警却一反常态，直立身体，以拳击手的姿态迎敌。杰森解说认为这不现实，因为两人体型差距可不小，放弃地面暴擒技的精警不可能靠着拳头打破阿古古的防御，而事实确实如此。精警率先出击，四拳虚晃，左低踢踹中阿古古膝盖，但阿古古毫发无损，精警立刻拉开距离。随后他冲刺侧回旋踢，跳跃力惊人，却被阿古古低头避开。当精警再次进攻时，手臂肌肉却被阿古古抓住撕裂。出乎意料，精警没有立刻反击，而是后撤，感觉被戏弄的阿古古故意撞死了精警的防御，没想到精警又一次拉开了距离。理论上来讲，全院大赛没有规定时间，场地也够大，只要参赛者想，可以在比赛场上躲一整天。但斗鸡者的雇主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斗鸡者代表的是公司，这种行为无疑是在败坏公司的风评。那么精警究竟在等什么呢？这时阿古背后的快山分析完精警，阿古立刻转变姿态，动作和加纳厄有些相似。没错，他们偷师并改良了加纳的站姿，将它转变成最适合阿古古的进攻姿态。在快山的加持下，精警的每一步动作都被看穿，防御的手臂甚至被阿古一拳打出骨裂。精警后退几米再次出拳，阿古古却率先防御并且成功反击。精警的所有动作快山一眼看穿并破解成功，两者体能相差太大，快山这边准备强攻消耗体能，只要让精警力气耗尽，这场比赛就胜利了。打着打着，精警就觉得不对劲了。阿古和金田的预测能力还是有不同的，比起预测，阿古分明是靠着反射来防备他的攻击的。精警咂舌，这大叔的反射神经得多灵敏啊！但他却十分兴奋，斗鸡者渴望的就是和实力相当的强者对决。这时西品质社长也决定为精警提供支援了。快山觉察精警的速度在略微增加，于是让阿古古准备结束战斗。精警发现对方速度变快了许多，意识到阿古古打算结束比赛了，在猛烈的攻势下，只能被动防御的精警抓住了这个机会。此前的避战就是为了这个瞬间，保臂交腿，三角脚瞬间缠上了阿古古的脖子，看似精警占据了上风，实则阿古古的右臂正卡在脚腿之间，在精警脚腿领域只有0.1秒的情况下都能反应过来，足以见得阿古古的反射神经有多好。但实际上阿古古这边也出了意外，按照原定计划，快山在精警的绞杀技发动之前就下达指令，俩人能够破解领域，可现在快山的通讯却遭到了西品质社长的阻止。没错，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西品质社长就觉得阿古古的战斗不对劲，于是特意调查了快山，发现他拥有完美的生理时钟，再加上像是被操纵的反射神经极佳的阿古古，于是他们联合国际牌的社长放倒快山的保镖，将拿着通讯器的快山逮了个正着，稍作推测就能猜出他们的作弊行为了。一旦这件事被揭晓，全院大赛不会剥夺参赛资格，但若因公司将遭遇信誉危机。西品质要求快山立刻让阿古古弃权，精警已经扼住了阿古古的喉咙，战斗的胜利天平似乎倒向了精警这方。没想到阿古古失去控制，手指箍紧精警的手臂，血液爆出，精警被迫松开手臂，好在手臂还能动，应该没伤到肌腱，但阿古古居然一把抱住精警的大腿，发疯一般撕咬上去。西品质和亚当不解阿古古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暴力，惠山这才解释道，阿古古会对他认为的罪人动用私刑，而惩罚就是杀死对方。虽然是想打造一个无罪世界，但阿古古太偏执了，被杀戮迷了眼。惠山的行为与其说是作弊，倒不如说是他给阿古古的犯罪抑制器。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屠龙者终成恶龙，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阿古古一口咬住了精警的大腿，不但撕咬下了一口肉，还将那口肉在嘴里嚼碎才吐掉，差点把杰森这位解说员给恶心吐了。精警伤得不轻，不知道是咬到了哪里，整个大腿血流如注。而阿古古身上爆发出来的杀气，19岁的少年切身体验到死亡恐惧，被吓得浑身颤抖。面对朝他走过来的阿古古，精警只能胡乱出拳，破绽百出的他被阿古古拽着手臂摔在地面。深知不灭的精警试图投降，没想到阿古古居然用手臂堵住他的嘴，不准开口，并且竖起拇指，硬生生掰断了精警的肋骨。在精警因为剧痛昏迷后，又一拳打在断裂的肋骨上，逼迫他痛醒。这样反复几次后，场上的观众都看不下去了，裁判却因为选手没有失去意识或主动投降前，都无法宣判和决定胜负方。毕竟这是全院大赛，事关公司的名声利益。亚当让惠山赶紧投降，但惠山说阿古彻底失控了，一旦投降，阿古一定会杀了精警。西品质也不愿意投降，虽然嘴上告诉精警输赢并不重要，实际上能放19岁少年来参
参加可能威胁生命的比赛，西品质可算不得什么好人。肋骨断裂的金井潜意识想起了他师傅的教导，在比赛中两人的身份可就不是监护人和被监护对象了。在这一刻，金井终于反应过来了，他立刻分起，一口咬住阿古古的手臂，一招猴子偷桃，逼得阿古古松开了钳制。这还是金井第一次用这种招数。当阿古古再次出拳攻击时，金井不顾疼痛拽过他的手臂，毫不犹豫的就要折断。虽然阿古古及时甩开了金井，但对方这番改变却让阿古古意识到不对劲，强忍着疼痛的金井再次屈膝进攻。在拳头交汇时，金井被阿古古踢中断裂的肋骨，剧痛使得他踉跄后退，但却没有像开始那样害怕了，因为金井明白了自己不是喜欢打架，他喜欢的是赢的感觉。于是金井一撩头发，不论如何今天都要赢。阿古古恼羞成怒，你敢反抗正义，我杀了你！但金井的出拳速度越来越快，一旁的关灵纯见状感慨，金井是在进化呀。阿春吃惊，这金井究竟何许人也？关灵纯摇头，那家伙是天才。挥出的拳头擦上阿古古的面颊后，金井士气大振，只要能打伤，那就证明阿古古是人类，他不会惧怕人类，哪怕被阿古古单手掐住脖子举起来，金井都有勇气踹上他的眼睛，并借用裁判当作幌子，一个绕后起跳锁住了阿古古的脖子。但阿古古并没有放弃，而是带着金井不断往赛场围墙上撞击，一下两下，他完全是抱着弄死金井的心态。阿古古起跳背摔，重重落地，金井终于力竭松手。当阿古古的拳头落下时，金井又一次挣扎起来，蹬腿锁了阿古古的喉。阿古古握拳反复捶打金井断裂的肋骨，但金井已经堵上了拳部，说什么也不肯松手。在寂静之中，关灵纯看着举起的那只手露出微笑，我就说那家伙是天才。金井小宇宙逆风翻盘，拿下16强首胜，但也身负重伤。比赛结束后，西品质找到阿古古，实话实说，阿古古的实力远在金井之上，可惜他心中想的是劳神的正义。如果他愿意听从快山指挥，只想胜利，或许今天的比赛结果就会逆转。金井也对阿古古示好，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只觉得打架很有意思，可现在他明白了，战场由不得一点疏忽，一旦输了就要丢掉性命。但即使如此，金井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和阿古古战斗。不过这份示好却被阿古古无视了，他带着惠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后台。另一边，16强第2场是王马和吴立安的比赛，山下非常紧张，毕竟这事关他未来的人生。王马安慰他自信一点，自己一定会赢。这时无知一族的族长吴慧利央找到了山下，并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山下的大儿子剑藏就是山之下的幕后老板。剑藏自以为掌握了无知一族和全院大赛的态度，惹得这两巨头的掌权者不爽了，他们决定杀死山下剑藏。于是惠利安和山下做了赌局，只要这场比赛王马赢了，他们就放弃暗杀剑藏。吴立安倒是无所谓，劝山下想开点，输了也没关系，正好还摆脱了一个啃老的废物儿子。山下却生气了，他反驳吴立安，剑藏不是废物。面对吴立安的威胁，山下也绝不松口。于是王马一口答应了对赌。16强第2轮比赛即将开始，首轮第1名杀人犯吴立安自然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而在上擂台前，见山下神情紧张，王马劝他放轻松，相信自己会赢。山下叹了口气，说起了剑藏的事情。剑藏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山下一直都很自豪有这么个儿子。直到剑藏上初中后，偶然间山下发现他居然用老鼠培育出了人类的大脑，并口称让人类进化。山下逃避了，他不敢面对儿子，任由剑藏躲进了房间。不久后，妻子也离家出走了。山下说自己是个失败的父亲，但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丢了性命。王马听后没有回头，直接走向了擂台。此时场上主持人已经介绍完吴立安，王马一登场就引出多方势力的观察。医务室不少熟人通过转播观看比赛，引出医生认为王马的身体恐怕不太行了，输给吴立安前，他可能先输给那副身体。山下打给剑藏电话，迟迟没有接通。此时的剑藏所在的家门外遭到了炸弹的袭击，终于露出了房子内部的防爆系统。擂台上的比赛拉开序幕，吴立安身上的血管爆起，赛场旁边的山下大惊：人类能有这样恐怖的气势吗？吴立安不在乎谁生谁死，他的脑子里只有杀戮。虽然率先出击的人是吴立安，王马却扭身避开，碎铁拳紧跟其后，将吴立安揍得一边倒。碎铁拳接水焰连击打出的拳头诡计刁钻，一般人难以招架和预测。可就是这样，吴立安还能抓住王马的手腕挑衅。不过王马一抬腿断子绝孙脚，吴立安撒手，立刻被衔接膝踢。紧接着王马勾颈侧摔，踢中吴立安面门，将其踹了出去，快准狠。紧接着他连出数拳，正中吴立安面门、胸膛、侧腰。山下社长急得满头大汗，被压着打了呀！可下一秒吴立安出拳，王马被撞得人仰马翻。吴立安在如此恐怖的连招之下，居然毫发无伤，这一体能一度引
引起了泰国掌权者的注意。片源会长解释，这是无知一族的血脉特点，经过1300年培育后的无知血脉，先天的肉体和大脑麻痹，使得他们面对致命疼痛也能面无表情。其他的参赛选手都是后天练成的耐力，无知一族不同，他们像是一个活着的武器。此时赛场上的乌利安还在挑衅，二虎流入不了他的眼，他让王马用玉戒和他打。王马给出的回答只有二虎流的反击。遗憾的是，王马并不精通所有招式，很快就被乌利安拽住头发殴打，甚至多次提着脑袋朝地面猛砸。加纳厄叹气，乌利安甚至没有用出无知一族的招式，单凭体力就蹂躏了王马。王马被踩着脑袋，而乌利安则笑眯眯地说，这就是两人之间的差距，什么二虎流根本毫无作用。被再次打飞的王马想起了山下鞠躬的样子，在玉界的死亡和赢下比赛中，他选择了后者，只要能赢，死不足惜。砰通，心脏剧烈收缩，王马身上爆出了一层血雾，他的血管乍现，拳头瞬间出现在乌利安眼前，速度提升2倍有余，没有什么招式流派，王马拳拳到肉，宛如野兽一般的打法。台上的童声苦苦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当初他就是被王马这招揍得一见钟情。乌利安落了下风，他立刻使用了无知一族的秘技解放，身体肿胀变色，像是爬出地狱的恶魔。反观王马，他连眼白都变成了红色，竟和无知一族的眼睛有些相似。你也不做人了吗，王迪欧？一个御界，一个解放，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拳脚相交之间，他们周身甚至产生了阵阵旋风。即使是这样惊人的速度，山下居然还能看清两人的动作。鹰出医生告诉山下，王马的御界应该是依靠的心脏作为人体的引擎，王马刻意利用心脏加速，提升血液循环，增加速度动能，这就是御界的机制。而这种行为会损伤血管，导致脑出血，从而引发失忆，甚至幻听幻视，最后心脏过度负荷。鹰出听着王马的心音，观测到的情况，现在王马的心脏是常人4-5倍的速度，再加上战斗的损伤，王马的生命岌岌可危。鹰出医生回头，身后已经没有山下的身影。此时的山下正试图打电话让剑藏弃权，这样剑藏不会死，王马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战斗了。可山下不知道，剑藏已经被无知一族的人摁住了。等他匆匆回到赛场的时候，王马被乌利安掐住脖子，正中一拳，顿时倒飞出去，趴在擂台上一动不动。王马身体的玉界开始消退，所有人都愣住了。童声刹那不敢相信，当裁判要宣布结果的时候，乌利安却制止了。这是乌利安打过最激烈的比赛，他可不希望就这么简单结束。山下愧疚不已，将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认为王马会出事是为了他打比赛才造成。倒地的王马恍然间看见了二虎，按鹰出医生的话说，这个二虎应该就是王马大脑出现的幻觉。二虎吐槽徒弟不长记性，放着最强的流派不用，却非要用那要命的御界。王马反驳二虎，自己都输给了别人，怎么证明二虎流是最强？二虎却告诉他，二虎流学的何止是流派，还有王马自己的武魂，将生命经历的一切融进招式中，这是属于王马的武魂，要用他自己的武魂去战斗。随着二虎的消失，出现在王马面前的却是山下。山下对王马一直都很感激，是王马让他见识到了全院的世界，在平淡的生活中领略了属于男人的魅力。也不知道这番话起了多少作用，总之王马硬扛着伤站了起来。吴烈安立刻迈开腿冲向了王马，这时王马放弃了御剑，再次使用二虎流的招数，金刚型碎铁，是敌人主动进攻时反击才能造成最大伤害。二虎曾告诫王马，反击不打连招属实可惜。王马吸取教训，拽住吴烈安的手，冲着面门又是一击碎铁拳。王马翻身回勾吴烈安的颈项斩首，没想到雷安仅凭颈部力量就甩开了王马，并再次向王马冲了过来。王马低伏出前，碎铁击中吴烈安鼻骨，紧接着他单抱吴烈安的脚，扭身利用天水形直接锁住了吴烈安的行动。虽然吴烈安睁开了，但他却也吃惊，这几招王马之前可没用过。不过这是结合了王马武魂的二虎流，现在二虎流已经不归二虎管了，王马才是唯一的继承人，属于王马自身的二虎流诞生了。随着吴烈安再次进攻，王马也相当凌厉地给出了反击。山下还在拼命替王马分析，吴烈安性格张狂，不会轻易放过王马，虽然解放了潜能，可不代表耐力增强。现在雷安遭到王马正面攻击，已经没有体能再维持解放了。山下的分析是对的，雷安奋起反击时，王马抓住机会，碎铁再次命中雷安颈项。此前每次颈部攻击，终于在这一刻引发联动反应了。
雷安昏迷了0.14秒，就是这短短的0.14秒，让王马抓住了唯一的取胜机会。他将雷安摁在地上，重击面颈，最终裁判拽开了疯狂攻击的王马，在众人的期待中宣布胜者为食鬼蛇王马。山下庆幸还好没出大事，可担架抬上来后，王马费力地站了起来，说什么也不肯去医疗室。加纳厄和黑木玄斋都认出他是二虎的徒弟，洪生刹那却因为王马用了二虎的招数异常的不满，他推崇的是御界的王马，所以他才恨着改变了王马的二虎。这纠葛也是剪不断理还乱了。比赛结束后，山下找到了吴慧利阳，先是为儿子做错事鞠躬道歉，可他绝不原谅用剑藏生命做赌注的无知一族。慧利阳非常生气，让山下快爬，最好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惹得他不高兴了，随时都可以毁约。山下非但不走，甚至鼓起勇气反驳，要求吴慧利阳绝对不能毁约。杀手组织虽然拿钱办事，但首先得讲信誉，尤其是利阳还是族长，要是因为一己私欲毁约，以后无知一族绝对信誉大跌，不会再有人雇佣他们了。山下难道就不怕慧利阳现在杀了他吗？当然怕，但山下早已留有后手，他新换的手机能录音自动上传，刚才的对话早就被当作证据保存了。面对慧利阳这种大人物的威胁，为了保护王马和身边的人，山下彻底豁出去了。不过嘴上虽然很强硬，但他的身体却还是害怕的打抖。好在慧利阳说话算话，在山下来之前就取消了命令，故意吓一下山下玩。不过让他吃惊的是，山下在威胁他的瞬间，竟和片原会长有几分相似。此时逃过一劫的剑藏也从杀手口中得知，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的父亲山下一夫。这不孝子终于接起了亲爹的电话，时隔多年，父子俩又说上了话。山下对儿子道了歉，打算回家再谈。另一边小峰也找到了王马，问他伤势如何。王马感慨难得听见小峰说好话，反倒把小峰撩了个大红脸，芳心纵火犯了属于是。随着王马的胜利，16强结束2轮，他并不知道，因为加鲁鲁的桃花已经朝着他冲了过来。全员阿修罗第2季中，什么时候出第3季啊？